天然养生礼仪章提供。宣天然养生礼仪章提供。宣讲劝化，功德无量。前言：练功场地室内外都可以，但室内要通风良好。其动作不激烈，适合引法族修炼。练功前先将以下全文详读并记牢后练习。练功时要依练气功的呼吸方法，吐纳、腹式呼吸法去呼吸。酒后生津是甘，甜的可以吞下。动作困难的不必依规定次数或时间做，可先依自己能力许可范围内做，否则会产生运动伤害，以后逐渐增加。尤其是第9、10式要缓慢，否则会伤到脊椎。练功后3分钟后时可进食、冷水洗手甚至冷水澡，否则伤身体。早晨要先大、小号及刷牙、洗脸等全部完成后再练功比较好。金刚练性功，恩师济公活佛观红尘中修道，办道的佛子为了度化成全道清及道路的弘展与推动来往奔波劳碌，多数人都没有闲暇及余力去顾及身体健康，身体状态越来越虚弱或每况愈下。是以民国85年因缘际会，活佛老师在泰国法会慈悲开是这既简单又易练的金刚练性功健康运动法门。借着活佛老师慈悲济众的悲愿，练此功可强健我们体魄，使我们精神焕发，信心、体力倍增，又由于恩师的佛光加倍，若我们能以更虚心、赤诚的心来练此功，除了保健养生外，更可灵疗我们的心，使我们练此功后，沐浴在光明自在、智慧泉涌的法喜中。注意事项：金刚者，欲自性，观自在菩萨。金刚练性功亦可称名为一如来禅，或为三宝心法的洞中禅。此健康运动旨在活络我们身体的颈筋部、腰筋部、脚筋部等部位，做完全式后，身体周身真水真火自转法轮。大凡在做每一式运动时，皆应主静存沉，一手悬观，舌顶上颚，眼2分开8分闭。心默念佛号或空无一物，以达安详从容而能身心灵合一。若练此功的对象为非道亲时，最好能请其先求道再练此功，以其诸佛的护持。活佛老师佛光加倍，帮助我们守住本心本性，不为外物外境所动，达到如金刚的法喜滋润。诚瞻天恩浩荡，我们更要饮水思源，有缘佛子在练此金刚练性功时，当须主静存沉，怀着欢喜感恩的心。1. 百步功，每天踏100步，百病不来侵。
用力扎实踏的，以触动脚底涌泉穴。双手叉腰，支脚屈弯成90度，凝聚力量，由上而下用力踏步。2. 弹指功，将体内的浊气、怨气、邪气等用力淡掉，若有经过凶宅、不干净的地方，帮人按摩理疗，或受惊吓之后可练此功。双手之5根指头先握紧似拳头状，再用力向外弹开。双手分别握紧，往前用力带一下。双手分别握紧，往后用力带一下。以上2项做完位1次，重复3次。3. 平衡功，平衡内在的身心欲念，不随波逐流，不随境而转。双手向左右伸张，与肩同高，约停3、5分钟。4. 展翅功，像大鹏鸟一样有大志向，不飞则已，一飞10万8千里。双臂向左右屈伸，似企鹅状，再上下甩动手腕，直到手心发热为止。双臂向前屈弯成 L 形，再左右拽动手腕，直到手心发热为止。5. 法轮功，福慧双修，外度人，内修己，开阔胸襟。双脚站立与肩同宽，双手交叉向外画大圆圈下或下，双手交叉向内画大圆圈下或下。以上2项做完位1次，重复3次。1、2、3项属动态性之筋骨运动，可边做边走大圆圈。1、2、3、4、5项均系暖身运动。6. 侧头功，放松颈部肌肉，疏通经络，使头脑更灵活。身体切记不可倾斜，双手自然下垂。头部左侧弯拉紧，经停2、3分钟。头部右侧弯拉紧，经停2、3分钟。以上2项做完位1次，重复3次。7. 点头功，打通任督二脉、生津、甘露泉水，可治疗鼻子过敏。前点头，后点头，皆拉任督二脉经络。点头时要有顿一下的感觉，先前点头下或下，再后点头下或下。以上2项做完位1次，重复3次。8. 转头功，预防老人痴呆症，防止脑血管阻塞，使脑部充满氧气，增强记忆力，清晰思维。头先左转，绕圆圈下，再右转，绕圆圈下。以上2项做完位1次，重复3次，做时颈部肌肉需放松。9. 弯腰功，培养恭敬心、包容心、谦卑心，治先天元气不足，降圣火。双手叉腰，如果站不稳着，双脚可以自然比肩再宽一些站稳。先吸一口气灌满丹田，再缓缓吐气，一面往前弯腰，腿部要有拉到筋感觉。吐气完成闭气即停止呼吸，越久越好，因可凝聚我们的元气及养元神。闭气完后再深吸一口气灌满丹田，均在弯腰状态下，再一面缓缓吐气，一边慢慢挺身直立，
力，直到站平稳后吊息。以上做完位1次，重复3次。10. 侧弯腰弓，可治虚火上升、肾水不足、睡眠不足所引起的毛病。此动作在拉颈筋、腰筋、腿筋等部位。身体站稳，先左侧弯，弯颈，头上扬，眼睛往上瞧，停2至3分钟。头先回正，身再回正。身体站稳，在右侧弯，弯颈，头上扬，眼睛往上瞧，停2至3分钟。头先回正，身再回正。以上2项做完位1次，重复3次。11. 旋脚弓，学习水的柔弱，却又不失刚强坚毅。双手叉腰，脚跟抬起，脚趾头点的做向内、向外旋转的动作。拉脚，足筋，先左脚跟抬起，脚趾头点的外旋转9下，内旋转9下。在右脚跟抬起，脚趾头点的外旋转9下，内旋转9下。以上2项做完位1次，重复3次。12. 立足弓，收摄心性，培养耐力，集中精神。双手叉腰，双脚并拢，双脚尖踮起，脚跟抬高。维持分钟，越久越好。同时眼观前方，舌顶上颚，手旋吊息。脚跟着地前，先双脚跟不着地，左右脚跟上下来回，但下或下。13. 收弓，反照忏悔，道驾慈航，勤修善根，利益众生。做此功时，首先须诚心敬意，主静存诚潜心观想。圣人念念不离众生，道驾慈航；凡人念念不离财色名食睡五欲。当思一日之中，圣心有多少？凡心有多少？须知唯有返回赤子之心，常养浩然正气，才能达到灵了以致明心见性。7步骤如下：背打直，双腿双盘或单盘缠坐，左右手各，大拇指纳中指，自然平放腿上约5分钟左右。在双手大拇指相扣，双手合掌，左下右上呈包心碟状，自然平放腿上约5分钟左右。一手悬关，眼8分闭2分开，舌顶上颚。气贯掌心，主静存诚，气贯于手掌心。左右手掌互相摩擦搓热，产生的蒸汽按摩身体的病患处有奇特疗效。将起身时，先把双腿慢慢搬下，再用双手按摩脚板，使脚足舒畅。做完上列数项活动后，请记得在15分钟、30分钟之内不要进食。练功说明参考资料：练功后分钟内不要进食，喝冷饮，用冷水洗手，冲凉水澡。练功若有打哈气、打嗝、流泪、流汗、放屁等，都是生理整体调整的正常的现象。本功法有一定的灵活性。体弱者、手脚不便者，不必强求动作一致。
每个动作也可从下或维持几秒钟开始练起，可依个人体力、时间自行斟酌，往后再渐渐增加。若有某方面毛病者，在每天练功时当做到某事时，可特别加强，其他事则简单带过。例如，有虚火上升、肾水不足、睡眠不足的毛病者，可从第一式起依序简单做，当做到弯腰功、侧弯腰功时，特别加强，多做几下，而后再依序简单做。下面几式收功后再起身。若临时觉得颈部肌肉紧紧硬硬的，可先做几下侧头功，点头功再慢慢做转头功几下，很有效哦。若时间有限，每天只练100步功一式，1个月即可见到疗效。若持之以恒的练，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真是每天踏100步，百病不来侵。不讲求时间，晨起空气清新时运动当然很好，其他时段只要不要吃饭前后分钟的时段均可以。诸如等人开会前后、上课前后、听音乐、上班的休息片课等等，自己找时间。每天练1次或2次当然很好，若1星期练3次也不错，偶尔练1次也可以。只要有练1次有1次的功效。若用音乐带配合练功时，应似听非听，不刻意合拍练功或欣赏音乐所制作之。录音带及协助初学者，各位前贤学会可依个人功力及需要与体会，增减各式的练功时间。此功动作十分简单，内涵则深。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功夫。练功时，全身放松，心存欢喜感恩。练功顺乎自然，不急躁追求，只要坚持练功，功到自然成。练此功，旨在恢复身心灵的自然健康，并且普度众生，治病救人。故学练此功要重视修炼功德，品行端正，乐善好施，经常欢喜感恩，保持性格开朗、达观，身心和合，心量广大。练功5字：信、练、德、悟、传。信是基础，练是条件，德是根本，悟是关键，传是天职。金刚练性功，乃是济公活佛，一方面顾念信众心灵健康，同时关爱信众的身体，而特别传下的健康运动功法。愿此各位前贤练此功时，当怀着欢喜感恩的心，感念济公活佛爱众心怀，效法诸佛菩萨道驾慈航的精神，更应怀抱己利利人、己达人的胸襟，将此金刚练性功利益众生，广为流传。义和盛堂活动概况。编辑部。1、活动预告。月约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人才在教育亲上。月日读经参访。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夏季班。
2. 活动概况。月日举办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神园山。月日举办年终悔过班，台北地区。月至日年寒假大专高专成长营，2天2夜。月日举办新春团拜。月日2日举办新春志向班，神园山。月日参与元宵节在南科举办的全国灯会。月日至月日在南科阳光电城举办届台湾灯会。今年鼠年主灯会里属县瑞。图1设有宗教区，有一贯道、佛教、道教、基督教及天主教等5教共融的景象，同为台湾的未来祈福。宗教5灯高翔于台湾之上，双手捧住圆球。图2四周共有座经轮，全部依照古老佛教经典制作，经轮内外安有无数祈福真言，转动经轮象征台湾永久和平的到来。一贯道有一和圣堂、宝光圣堂及佛山观音岩等在会中周转法轮为台湾祈福。宗教区不仅有专属主灯，配备有全国首建的镀球形投影，县内各大庙宇提供做大型宗教花灯。另外为凸显灯会的和平主题，现场布置了52000盏的红黄灯笼。图3供民众祈福点灯，因数量前所未有，县府已申请列入金氏纪录，县府也雇请成大防灾研究中心出动遥控直升机，从高空鸟瞰整个祈福灯区排列出的台湾和平中英文字样。图4编后语。编辑部。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生到凡尘，在花花世界享乐，沉迷七情六欲，无法自拔，从此过着水深火热之苦闷生活。而今与佛有缘，求了道，作为济公活佛之徒弟，可一世修一世成。所以我们要利用所得智慧了悟人生，转苦为乐，认真修办道，牺牲奉献，以促进民心见性，永脱生死轮回，回返无极理天面。新一组的开台因缘，民国年月日东点日，在东北哈尔滨市集贤坛召开集贤盛会，由张武成及邱鸿儒老前人主炉，班员100多人参加，并颁发愿往外地开荒。开台有哈尔滨及牡丹江方面到清，前往天津新义总坛等待2个月，终于年月成行。来台前先由何老前人领导，有人才王春茂、马仲林、孙正阳，天才张长江共5人，先往上海城中心，轮到基隆。当晚即坐夜快车到台南市，之后则购西区仁爱街号，经装修后，于月日大典日开一佛坛，上天慈悲亲赐坛号为纯阳坛，是来台开荒第1坛。首次求道者有薛福龙等几人，后来往6甲设坛度众，年月和老。前人回天津述职，月日回台，月日孙正阳、王春茂、马仲林等领命。月天津右派
孔献州点传师抵台协助。岳有李凤英、李凤君二位坤道来台协助，由此开台阵容壮大了。此二位坤道于年月领命，年月有薛福龙、王顺定、孙顺治等3台及道清，首批领命为点传师。此分布台湾开荒度众，到处分拨，苦心策划，慈心教化后学，全心阐扬道宗，呕心沥血，直下道基，才有今日在台湾之新义道场。何老前人2次回大陆，年遇天津动荡，经香港回台途中，因食道癌治疗延迟于年月返台，再将委托孙正阳父，则知道物全盘收管。年何老前人因胃病，由各道场凑款买下了北市内江街号作为公馆，才一劳永逸定居下来。道务也便集全省，并分配几个为点传师，全权推广道务。由此何老前人之5大牺牲呈现了空前成果。5常是修道之根本。修道要修心养性，即从修身做起，仁义礼智信5常之德，行不可无，12更要并除，也就是去除脾气毛病，说善话，做善事，从善如流，行功立德，乐于布施，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利己利人，完成人道，则成道不远矣。修道重于反省，从反省中改过自新。曾子曰：吾日3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修道士若能3省吾身，必可从中忏悔而觉悟出真理而静心，心静则静道矣。忏之意是将过去之过错全部洗净，以收回本来面目。由此觉悟后便可了悟。然而众生受气领所居物欲所蔽，前念虽弃，后念又起，致使前功尽失，故必得加上悔的功夫。悔是在内心全弃罪恶外，可增加定的力量，以防止恶念再起。心动念，还我自性清净，则尽道矣。因科技之发达，导致人心不古，气领所居，物欲所蔽，以致迷失了真我，在生活中患得患失，烦恼妄想，忧苦身心，欲望无止境，日日在烦恼苦海中。如能从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上着手下功夫，看破红尘。因众生是为悟的，佛是以悟的众生。如能潜心彻了悟，则必能登彼岸。人生之苦上万千，生老病死不可免，此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之花世界中生活，很难满足所欲。俗云，人生不如意。10之8九，我们修士克己复礼，寡欲为主，知足常乐，净化心灵，重视精神。生活并乐善好施，行功立德，使能乐愿富荣华。孟子云：养心莫善于寡欲。老子云：欲人为害，胜于猛虎。又云：七情是鬼，六欲是贼。
由此可知欲之危害莫大矣。吾人修士要能修心养性，格物致知，则必可得心中之净土。注印大德方明录。一、现经部分。许淑平一本，廖世豪一本，福慧人士同安5本。二、邮政划拨部分。魏耀林5本，杨德香5本，吴若禅13本，叶文峰10本，叶兆安10本，叶弘景10本，陈建宏7本。梁家文7本。There's quorum, t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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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rum。 17. 义和双月刊第17期目录年月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4之2老子道德经编辑部先佛圣训芙蓉中道院人才教育启慧班编辑部新义开荒记思源报本李当先李氏常家言读经可大可久王坤德历代祖师介绍第13代祖师武王王子清心好修行陈春来前人成道周年纪念专辑悲智双运的白羊使者编辑小姐道学研究贯通五教之理的一贯道林玉祥天与人的关系玄机子修道方针曾进长天道五见理一章勿为善小而不作理一章人生哲学创造心中的净土沈素美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4之2老子道德经习名章第27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计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神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习名，故善。仁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明，是谓要妙。常德章第28，知其雄，守其辞，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事，为天下事，常德不推，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故。为天下故，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
则为官长，故大治，不割。自然章第29。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畏也。畏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许或吹，或强或盈，或载或挥，是以圣人去圣，去奢，去泰。布道章第30。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势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惊，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意。是果而勿强，勿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贵左章第31。夫加兵者，不祥之气，勿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气，非君子之气，不得已而用之。恬淡未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即士上左，凶士上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弃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知止章第32。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成。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君，使志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之止，知止所以不殆。辟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于江海。晋纪章第33。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成大章第34。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视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之，而不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大象章第35。知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耳。过客止，道之出口，但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计。为明章第36。将欲射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为名。柔胜刚，弱胜强，愚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无畏章第37。道常无畏，而无不畏。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正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尽，天下将自正。处后章第38。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畏，而无以为；下德畏之，而有以为。上人畏之，而无以为；上义畏之，而有以为。上礼畏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宝，而乱之首也。谦实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的一章第39。昔之得意者，天得意以清，德得意以宁，神得意以灵，谷得意以盈，万物得意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真，其治之意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争，而贵高将恐绝。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古，此其以贱为本耶？非乎？故治术于无虞，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反复章第40。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闻道章第41。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足以为道。故见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一道若累，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见德若偷，执真若愚，大方无余，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为道，善待且成。冲和章第42。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人之所恶，为孤寡不顾，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至柔章第43。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畏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畏之义，天下希及之。之指章第44。名与身孰轻？身与祸孰多？的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废，多葬必后亡。知足不入，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清净章第45。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燥甚寒，静甚热，清净为天下正。知足章46。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常足矣。天道章第47。不出户，知天下，不窥佑，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畏而成。日损章第48。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畏。无畏而无不畏矣。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德善章第49。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德善矣。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亦信之。德信矣。圣人之在天下，处处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助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生死章第50。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后，盖闻善射身者，陆行不逾4户，入军不备甲兵。4无，所投其脚，虎魔所挫其掌，兵魔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先佛慈训5大信条。1. 对天道要深信不疑。2. 对众生要慈悲宽恕。3.
对自己言行要端正平直。4. 对同修要和其无争。5. 对职责要任劳尽心。先佛圣训。编辑部。禅说心理学悟道性正觉。定中静安律得了思无邪。成形启动静离相生灭绝。道恒第5度阴阳静和谐。无乃天然古佛奉，命入佛阁。驾以参必问爱徒们可有心安理的。禅定是在外离相在内不乱的守一。禅定是清净心意清明本性的契机。禅定是万象见真万法还空的实际。禅定是一点知常一切妙有的洞悉。禅定是成道基因稳住根器的神秘。禅定是树流动静如不动的皈依。禅定是众说纷纭任理实修的坚毅。禅定是烦恼妄想颠倒错乱的收集。禅定是至居中和天命流行的见地。禅定是认准恩德经线贯彻的终极。禅定是观古通今道统追溯的根底。禅定是不变应变真理不变的地基。禅定是道场分歧安顿局势的正气。禅定是理念混淆精神导向的整齐。禅定是动中能静静中能应的功力。禅定是指在玄关用在合同的秘籍。禅定是接近方圆不离方寸的乐趣。禅定是立而非坐，坐而非卧的端倪。禅定是抽砍田里96乾坤的变异。禅定是正菩萨道6度万行的灵犀。师尊老大人白话词序。椅子收起，拜垫排上。拜垫收起来，椅子排上。把后面那2块长桌搬到前面来，为师想想长桌还是归原位好，搬回去。徒儿停，一份简单的工作，就因为人多心多，结果呈现的状况是一片乱。写训。师尊老大人批训。徒儿把散乱的场面整理整理。椅子排好，徒儿还乱步。还乱步。班元答。不乱做好。又请了一段假期，是为观光主义，还是为入班主张？又坐上1张先椅，是为编号排定，还是为争取法王啊？又盖好一间佛堂，是为满足欲望，还是为安住道场啊？又重复一样的道，是为好奇试探，还是为心路开荒啊？徒儿啊，为师问了4句话，看徒儿能不能有所想起。想起自己的道心，是很浅显，还是很深远？不管徒儿以往是多么的虚心假意，不管徒儿总是那么的漠不关心，但是当为师，给徒儿一点最单纯的指示后，单纯的指示后，单可以视为禅。要徒儿定在根本处，不再彷徨。根本在哪里呢？根本就是徒儿幼稚的思想上，因为道而成熟。根本就在徒儿无尽的追求里，因为道而回头。根本就在徒儿忙碌的生活中，
因为道而感受，根本就在徒儿不断的烦恼内，因为道而无忧往。今天徒儿能够走在这条道上，不是无缘无故编出来的故事，是有信有愿牵引来的加持。一则故事或许有开始有结束，但这一份自古不轻传的加持，一旦发现就无有终始。所以徒儿一定要承认自己的根基，方不会质疑；徒儿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因缘，方不会可惜；徒儿一定要委任自己的使命，方不会背弃；徒儿一定要指认自己的经线，方不会偏移。末后时期乱象四起，是虚名虚利引诱了徒儿，还是徒儿自己妄念贪图？是假祖假师迷惑了徒儿，还是徒儿自己理念糊涂？称赞、毁谤、利益、名誉、衰败、苦痛、快乐、称讥、毁誉、利衰、苦乐，不足以左右徒儿。只要徒儿能够把持得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足以安抚徒儿。只要徒儿不乱本出，是道场乱了，还是人事在乱？徒儿答哪？班元答：人事在乱，是人事乱了，还是是非在乱？班元答：是非在乱，是是非乱了，还是人心在乱？班元答：人心在乱，是人心乱了，就是人心乱了。徒儿们，别再乱了，眼不乱看，耳不乱听，口不乱言，身不乱动，这叫做禅定。徒儿禅定了吗？徒儿禅定了吗？班元答：禅定了。本来整齐的座位，那么一个椅子收起，拜殿排上，拜殿收起，椅子排上，徒儿那乱了。本来庄严殊胜的献供，就因为有花的没花的，徒儿啊，又乱了。一个声音，徒儿张望了，徒儿又乱了。世俗的一个偶像，足以影响徒儿神魂颠倒。若修行路上无禅定的功夫，徒儿啊，危险呐！徒儿能禅定吗？徒儿们能禅定吗？班元答：能不能？班元答：能。好，恭请下。周徒代为各发一颗，徒儿啊，能禅定吗？班元答：能。徒儿真能禅定吗？徒儿们呐，知道为师今日要批示什么训文吗？王点传师答：禅定。王徒呐，知道为师要批示什么训文吗？王点传师答：禅定。是在禅定中早就知道，还是知道后依然禅定呢？是轮到王徒解了，早有准备。若换作冯徒解呢？还禅定不禅定呢？冯点传师答：禅定，此刻心禅定。冯点传师答：是。冯徒退下。换个周徒解呢？周徒呢？待会解训。禅定不禅定呢？
心若禅定，为师讲一句听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呢。都拿到功了吗？徒儿们，能不能禅定呢？班元答：能，别随口答答。徒儿能不能禅定呢？能不能？能不能？不能也得能啊。因为禅定是修道最终的成，禅定是办道最终的就，是一门关键课呢。徒儿把弓摆在头上，一次也不让落下，直到为师批完训为止。记着，一次也不让落下，写训文。师尊老大人批训。如果不小心掉下来了，再摆回去。师尊老大人在批训的过程中，请各点传师一一到厨房取来各种餐具，并指示移来桌子摆上。在饥饿中做禅定，也是修行的功课之一，徒儿做得好吗？班元答：好。徒儿都往外面看，是晴天还是阴天？没看就答，成何成意呢？徒儿往外面看，是阴天还是晴天呢？是10天呢？阴天还是晴天呢？徒儿右墙上挂着什么圣像呢？徒儿都站起来。徒儿坐下吧。一个不小心，弓就烂了，摔过的弓一烂，徒儿说是不是呢？班元答：是。师尊老大人请各点传师将取来的餐具一一归位。在滚滚红尘中修道，有太多的吸引力，若徒儿没有禅定的功夫，很快就无影无踪了。点传师拿碗拿盘的，关徒儿事情吗？影响到徒儿了吗？班元答：没有。声色获利都要小心呐。徒儿顶着的是一颗弓，安着的是一颗禅定的心。修道办道最怕颠倒错乱，人云亦云。一个风吹草动，天命不传了。一句毁言谤语，倒好像不真了。这都是离道甚远。那怀着饥饿的肚子，相信徒儿进了一段。把弓拿下，把训文念一遍。引词：驾别爱徒返无极。训文只念一半，就给为师送嫁了。徒儿啊，这是禅定吗？口中念禅定，心有禅定吗？为师退窍影响到徒儿啦。为师退窍禅定不住了。徒儿啊，考验没有预警，没有先通知，就看徒儿如何把守这颗心了，知不知道啊？班元答：知道，再念一遍。引词：驾别爱徒返无极，心意开荒寂。思源报本理当先，既来台开荒议事。孙正阳、李凤英当年从中国东北来台湾开荒的心意，主要的策源地是台南，而日后其到物资，所以如后雨春笋般遍布台湾宝岛各地，则不得不归功于心意本身的严格要求与坚持原则。所谓原则，就是渡海来台前，哈尔滨方面领导前人如邱鸿儒、盛考宾、林
行前特别叮嘱，出外办道，首应学习适应当地环境的条件与能力，而最关重要的是不可分支别派，形成门户观念，一贯道形象受肯定。至如严格的要求，乃是有关佛规礼节仪式，绝对不能擅自增减或草率敷衍。关于这一方面，据说日后中研院的研究员宋光宇先生撰写《天道勾审》的时候，张文运道常介绍他到台湾各地参观的佛堂道坛，都是新义单位所属所辖，礼节仪式都中规中矩，丝毫不忌，因而台湾各界都晓得一贯道中行的是古代中国的周公大礼，与其他宗教如佛教、回教、基督教，甚至于道教等所行的礼仪动然不同。换句话说，在世人的心目中，都肯定了一贯道崭新而严正的巍巍形象。谈到适应环境能力方面，当年新义到台湾来的开荒者，首先要求自己与当地原居民的日常生活打成一片，个人都竭尽心智，努力克服语言的障碍，设法拼命学习闽南语，尽量找机会练习说闽南话。这方面的成效，具体的表现于新义开荒者对当年宝光苏秀兰前人道场的帮忙。台语讲到朗朗上口。民国36年前后，苏秀兰在高屏地区的道路发展非常好，美中不足的是她当时尚没有能讲闽南语的三才和讲道者，由于事实的需要，我们新义的人才是义无容辞的全力支援配合。当时新义从东北来的马仲林、张长江、葛景涛等不但台语能朗朗上口，遇到年纪长的，用日语也能沟通交谈，因此帮忙苏秀兰成全了不少的人才，例如王兆麟及其显利，尽管他在台南市南阴工商后南巷子里有一日本式佛寺，而其宗教修持观念也与我们有所差异，但是后来宝光方面有很多人才，都是出自这座佛寺所点传。台南开山路区公所后南的巷子里，有一处战时遭盟军飞机轰炸过的破屋，基楚祖顾祥林先生将它修复了一番，设下道坛。民国37年光景，顾祥林到林内办道需要三才，于是我便率领张长江、马仲林前往支援其开坛，并亲自为顾祥林代行上下礼。这虽然只是芝麻绿豆小事一桩，但是行诸当年，彼此都认为极其平常。互相帮忙谈不上当仁不让，替上天办事怎么敢分彼此，计较你与我，我与他。然而事隔数十年，到了今天，道场上门户林立，壁垒森严，似乎世道亲来往如临大敌，谁也不想、不敢较意对外接触，这样淡漠其事的眼光、心态与襟怀，又如何谈包容、圆融，又能见道成道？抚今思昔，不胜扼腕叹息。怎么说呢？只能说，
时空转移的结果吧。后学遵守前人精神，修道者律己严是值得称道的，要求后学修持严格也无可厚非，这不仅是某堂所谓个别现象，对全体道亲都可如此砥砺归戒。说句放肆话，当年宝光有为研究道义颇有心得的侯 XX， 如今主持嘉义方面道务，就是得力于心意严格灌输方式，而这一切的一切，完全是当年心意秋鸿儒前人所传所授，耳提面命所为精神教育灌注下来的制度与德则。如今邱老前人早于大陆顶节归空了，而我们心意后学，尤其不才如我人，对前人美陈及和坛上办事人等谆谆训诲，道亲亲过自己家里的亲人，所谓言犹在耳，无时无刻莫敢过忘。于今台湾道场上无论前人后学，对天然老师所守定的暂定佛规，好像都耳熟能详，极其自然的能加以称引，不得藐视前人。但是如果用当年大道部将会上蓬莱时的尺度加以衡量，差距就显得颇大。例如当年何老前人率领我们哈尔滨方面人员来台湾开荒，当然他就是我们的前人，尽管他们牡丹江离我们哈尔滨颇为遥远，而我们哈市道场领导者乃邱鸿儒、盛考宾前人，依现在的想法与看法，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统系有别。然而在当年受过严格教训与洗礼的道亲们心目中，只要是前人，就如同自己的父兄般应予尊重，前人指示什么，一律奉命为谨，心中半点违逆杂念都不会有，训练纯正，毫无私心。举例来说，民国37年和38年间，新义台中嘉义方面和老前人离开台湾回大陆，台湾的道务全部交给我掌理，而我自民国38年至民国42年间，把道务推展到台湾全岛。42年和老前人回到台湾时，我们心意的道务如日中天，盛极一时。如果依现在道场观，我那时可以不必把道场交还和老前人，可以继续维持现状，把我们的人员和功德费独立起来，自行领导、管理和支配。但是我们是在东北入的芦会，受的训练，脑子里是纯正的、干净的、前进的，可说是半点邪念都没有。把自和前人走后我们发展的道场人员财务点交得一清二楚，单凭这一点，便可想见我们新义来台开荒者的基本训练是何等严谨。如果要对自己做番检讨，换句话说，宁可在别人心目中把我孙正阳看作是一位傻瓜呆子，我仍然感到自己是何荣幸。我们哈尔滨来得干干净净，当年孔老夫子称许明武，子至可及，愚不可及，不正是我们修道者的好榜样吗？
从另一方面看，现在的时代真的变了，自己不忠不直，不耕不耘，专门掠取人家的成果，无论是巧取豪夺，无论是篡窃见领，这样修法真是旷世奇闻，这算修道吗？这叫做造业。从前所谓三世果报，报应荣获有报在来世，如今时代变得快，报应亦报得快，很多都是现世报，无眉代功不可没。修道者不能忘本，新义单位的本，当年是从东北到台湾来开的荒，领导开荒者为何宗好前人，然而到台湾来方面，昆岛无眉代的功劳最大，这话怎么说呢？依当时台湾政治气候而言，对我们传道者异常不利，一般人谈胡色变，谁都不敢轻易与人家作保，怕沾惹麻烦，脱不了干系。然而无眉代不考虑这方面问题，和前人来台湾的申请入境保证人是无眉代，住也住在无眉代所开的中药行开荒办道，以及生活所需的钱都是他筹措提供，这些都是民国37年7、8月时候的事，换了一般人躲避唯恐不及，可是无眉代却毫不疑虑，慨然而勇敢地负起责任来，光凭这一点就够让人感动钦佩的啦。同时从这一点也可以使人体会到一贯天道的宝贵处，所谓道真、理真、天命真，绝不是单凭嘴巴顺口说说而已的顺口溜。天命不真，我们一贯天道如何能应运传来台湾？尤其当年风声鹤唳，人人为不保安，而上天就安排着无眉代来保和前人，他为什么要冒着公治方面的危险这样做呢？他信服的是一贯天道的真理，理真即道真，如果是邪道，说什么他也不会冒险贴钱做如此的傻事，除非他是失心发了痴。最令人感到奇妙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无眉代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教育，而和前人又不懂台湾话，与无眉代在语言方面的沟通颇不容易。那时由拙经李凤英乃新地用写汉字同无眉代比谈，由于日文里面有很多汉字，无眉代虽然不谙国语，但确实的汉字，他和李凤英二人用写汉字交谈而交称莫道，会心于道，这才是道真、理真、天命真的真正精神与意义。无眉代于心义功不可没，可亲可佩，但归根究底，人应在天意天命上，没有上天老母娘的旨意，谁也办不到。我们修道的人所应报的本，系指的一贯天道，道才是我们真正的本，道场传下来。有本书，书名叫《木本水源》，其中有一段诗记：大道本是颠倒颠，看见牛郎水上眠。无脚能行万里路，无头能顶10万天。树无根不生水，无源未死。这首诗记训文，据说是隐含着颠师法传和大道一贯，其关键在地
二巨牛郎水上年，中国的易经卦象卦意，坎为水势无需辩解，而坤则可为地。未午未牛，坎水，上坤下合起来，恰为水行地上的师卦，因为有活佛师尊。大道使得彰显。第三句指的是法传，传没有教，达摩法师远从西天乘法传来。中土，民国36年一贯道渡海传来台湾。第四句诗的解法，只要先画个方框两边，就是个母字，古代文字母及贯，以一贯之的道，当然可以。顶10万方天，树无根不生，水无源未死，大道活活泼泼，才可以道济众生。我们生而为人，修习一贯天道，更应饮水思源，探求根本，行功德，正所以报天恩。天法道，道为本，所以我们好好修办道，才可以说得上教本。本不可分，一本万书讲的是本于道，行乎德。功德与行功德的人，可以有千千万万的书人书功，最后人然是以道为指挥，并不是如学某些不安于位、怀有非分之想者，故意分支别派，擅自另立门户的狂妄行为，那是曲解一本万书，根本上就是存邪念行邪道。神在你身，在你心。凡是宗教，都是以神道社教腐化社会为宗旨。一贯道虽说重视纲常伦理，但是上天显化也颇多。心意有位坤道炎火志，她的丈夫当年是在邮电局服务。炎火志领命点传，其夫婆不以为然。平常言语间难免则有繁言，语含讥贬。炎火志对他先生说，道是神圣的，你如果任意讥斥不敬，会让你牙痛。事情也真玄，炎火志的先生果然无缘无故牙痛起来。这件事传扬出去，他们家的左邻右舍都说，你信的神真灵验，从而我们的道物也就因此传了开来。如今事隔30-40年，据我个人的体会，孔夫子所说，祭神如神在才是真理。不信神者尚且没有什么，只要你信了神，神就在你身在。你心，神就是道，道就是神。我们的一言一行，甚至心中起什么念头，好像都难逃神明的监察。俗话说，举头3尺有神明，人人头上有片天，所以修习天道者，切戒妄念、妄言，而要消除心头的妄念和妄语。最确切实的功夫，应该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多存审体悟。初期以台南为重镇，民国38年到42年这一段期间，是台湾新义的发展时期，当时却系以台南为重镇，6甲由陈代为首。台中方面系王春茂坐镇，葛景涛随时支援配合。嘉义方面以李凤兰为主，马仲林配合展道。新营铁路单位以杨佛儿为基干，为因顾及道场伦理关系，我只能放病与杨主。杨佛儿的父亲
然后由何前人放命于杨佛儿。由于杨佛儿在新营铁路局服务，对我们出外办道的交通问题非常大，当时大家经费异常困难，我们经常投机由铁路局车站行李房跳窗子。薛福三鼎命虽由我主持，但其后学王坤德的典传，则系由何前人放命。麻豆方面无令最朴实，打从民国41、2年开始到60年，每年文旦收成时，从来不曾忘记送文旦到坛上来。其后麻豆道路开得很好，李兴发、陈春来等都是成绩斐然。高屏地区最先由高雄宏发营造老板赵国宏于大港埔设置公共佛堂，王顺定就筑3楼佛堂。当时屏东方面都到高雄公共佛堂办道，成全不少人才，蔡承器、许清波、李氏、萧玉华、昆、林东平、陈白雪等一时皆自行于家中设有佛堂。而许清波的母亲后来于屏东龙华里开班主持祈道饭坛，其弟许水池乃王顺定的人才，而今于云林荷包山的事业规模更其宏伟。夫妇2人致力道路。另外，高雄成荣的李氏系何前人2度自大陆返台亲自典传，保命师为孙胜志。而当时台湾银行科长吴富传的典传，则是由我孙正阳放命，就个人技艺所及。民国39年，新义方面的陈代、林图、陈宝元、薛福三、罗吊水以及昆道府、陈孙李氏、宜兰花莲的吴敬志、陈苑、李玉等，都是由我典传的吧。吴敬志的先生赖永瑞，原系花莲山包通义，当时驻台南高分院后阳，与由海杨吩咐东部开道，由李氏主持台东道路，赖永瑞因其叔父在瑞里，故自台东转花莲台港乡昆发展得相当不错，后来由其妻吴敬志坐镇花莲，赖永瑞乃转赴宜兰展道。由海洋的台东道路，后来由陈水源主事，陈水源系炉造业出身，其长女陈巧红即由捉金李凤英代位接生。嘉义方面系孙李氏主持，而刘登茂、李氏及昆道萧红的保师则系李凤兰，任教于省立女中。民国36、7年的时候，我为了办道经济拮据，任教虎尾省立女中。由于王顺定有位亲戚名叫张长兴，当年经商南洋，海上遇难为济公活佛显圣所救，返回台湾后，在虎尾建立一座济公堂，因缘这层关系，我们在虎尾开展了道路。当时张金城、张大江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张金城的保师是李凤兰，而今张金城在桃园八德一带发展得非常可观。个人记忆中，好像吴水镜也是在虎尾求得道。何前人移驾台北展道时，松山原本就有王顺定的道场，民国40年前后，沿
火至半开3众，取水池于松江路设下佛堂，陈代在师大路的道场济济人才。周生僧在博爱路奠定了基业，南天一凤受赞扬。海外道物当年以日本最具潜力，孔宪洲、郑西川、薛福龙等人虽曾遭遇日本海关的洗劫，潘延兵在台筹款不得要领，郑石川因有日本太太从而扎下了根。薛福龙一度留在中国大陆，稍后又回到日本。孔宪洲因为通日语、会俄语，从日本餐厅服务员工作转做俄国的战车机械，生意做大了，改行营建机械开山机。由于横滨填海工程赚获巨款，而今在日本华侨社会商业界已属巨擘。坤道中有位奇人南天一凤，名叫潘冬妹，她主的是清修院，为人眷洁，无私无我，在和前人身边是无高下，全部包办，而且无怨无尤，向无计较，前人给他零用钱，他都把它压在神案烛台底下，清扫佛堂者发现了，他也会变换方式把钱一文不取如数必还给前人。至于前人饮食起居、衣物寒、天暑碱、漱口水的冷热适度等，都是这位潘老师精心处理。前人归空后，他乃无需无求飘然而去，真是身如闲云野鹤，令人好生亲近。身为道清光荣无比。当年我主事的时候，上述台东、花莲、宜兰、台北、台中、云嘉、台南、高屏等地区皆有新义拓荒，唯独桃竹苗未及开发。后来因为高金城北上，新竹方面改由冯景祥坐镇拓展，卓有成就。再往后推演下来，像麻豆方面有未开药型的柯君赞，以及而今有腿病不良于行的黄火贵，还有陈火吉、郭明福等，都非常虔诚，并且基础打得都很结实，只因我腿病行动不便，不曾时常出外走动和他们联络，所以有些人连名字都说不出来。大家偶或见到面时，提起来当年的人和事，仍然都很亲切。道清就是道清，像陈丰德和我也是多年未曾聚晤，见了面话就说不完。台中师广经理最近几个月来，每星期四晚间亲自驾车载我到彰化邱医师那里去看腿病，风雨无阻，情意感人。虽然大恩不言谢，我的心仍然是非常感动。我不好说是诗经里雪中送炭，我只能说他心中有道。所谓道亲，有时比自己家里的人还亲，正是上天所降真道，把我们道亲的心凝结起来的缘故。这是天道的神圣伟大处，也是我们身为道亲的无比光荣。既与道友精诚团结，本人原来就不善言辞，得病后舌头更形拙笨，有很多心中想说的话，临时却无法表达出来。但是我由于这么多年来的潜修，内心早已断绝了尘念，如今唯
一挂念的就是希望各方面道场领导阶层及所有道亲精诚团结，一本修道者初衷，修好人道，以合天道，三纲五常就是三级五行，有了全人格，距离神格便已不远了。更奉劝道亲们要时时利用上天赐予我们的妙智慧，观察、体会、判断浊世的是非、真伪、正邪，慎勿误入歧途，迷真逐妄，堕陷轮回，流浪生死，无法还乡啊。摘自《大同天下地奇》，李氏常家言：读经可大可久。王坤德。马来西亚总会万人读经会考贺词。各位贵宾、各祖先前人、典传师、道亲、各位学者专家、评鉴老师、各位参与状元读经的考生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也感到非常荣幸能受邀参加马来西亚此次盛大且具有非常意义的读经评鉴会考活动。华人有着悠久而优良的文化，有着脉脉会命传承的道统，有着慈悲伟大充满智慧的古圣先贤，他们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经典著作，犹如日月蕴含着普照黑暗大的光芒，指引着人类走向正确光明的道路。如果能够截取这些经典里的些许智慧经验，加以善用，就能在人世苦海中减少许多摸索、跌撞、颠簸，成就个人理想的功业，更能菩提日增，智慧日长，跳脱生死烦恼妄想，涵养高尚的道德风范，圆满人际伦理的和谐，裨益世界大同弥勒家园的早日实现。一般的凡业，有的可大，但不可久；有的可久，却不可大。试看至今世界上有名的企业家，能拥有多大的企业，能流传子孙几代，与整个宇宙时空相较之下，实在是非常的渺小又短暂啊。而读经却是可大可久的教育，推动读经，则是可大可久的盛宴。因为这些经典是佛陀、孔孟、老庄、莎士比亚等古圣先贤闻着大家之远大眼光、宽仁胸襟的千年精华智慧积累，亦是宇宙亘古不变、古今中外世人皆可遵循的真理大道。老子《道德经》里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大道真理通古今，通天，通人，魔所不在，能握拥大道真理，便能成就可大可久、万古不朽的盛业。在科技文明日新月异、网络资讯极端发达的现今时代里，很多人开始忧虑我们的下一代会成为 IQ 巨人高手，而 EQ 诸如低能的一代，其后果影响甚深且大。朱子治家格言告诉我们，读书志在圣贤。又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要让我们的后代有高明的智慧，有着高尚的品德，要让他们能志在
孝圣法贤，养成圣贤的气象风范，那就非重视读经教育不可了。为了下一代的前景，为了全世界的和平着想，积极推动读经教育，绝对是一道正确的法门，一条正确的途径。让我们携手共同为推动读经活动而努力，小孩来读经，大人也来读经，让读经声满家园，欢笑声满人间。祝贺大会活动圆满顺利成功，考生顺利过关高中状元，并祝福马来西亚国泰民安，马国会务宏展。各位与会来宾身心健康，圣凡如意。从一贯道总会讯息转载，历代祖师介绍14王子，第13代祖师武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中国道统的圣哲代表，凡是对圣学或性理心法有基本认识者能朗朗上口。文王嫡子有时，长子伯益考死于商纣手下，于是成为周开国君主的便是次子姬发，后人尊为了武王。据说武王和他的父亲一样，牙齿是偏生的，大概是在原来的牙齿里面又长了一种内牙，据说这是象征一种刚强的个性。武王初即位时，一切遵依父亲的教训，以太公望为太师，以周公旦为辅佐，以赵公、毕公这些人又助王师，夫人亦将及太公望之女，贤德端庄，一举一动都合礼节，温柔敦厚，因得承贤厚德，自然国道兴旺。10因纣无道，生灵涂炭，忠臣直谏之事，不是遭戮，变成疯癫。武王即位之次年，即将父亲的神主牌位载于车上，于必的祭告天地，顺天应人，吊民伐罪，出师东征，水陆并进，行至孟津会师。忽有2位气质非凡的人前来挡驾，一望方知是孤竹君的2个儿子伯夷、叔齐。武王上前有礼，只见2人气势如虹，将手指向武王额头，正色指责道：“你已惩罚军事大不忠，你父亲尸骨未寒及新兵动干戈，是为大不孝，不忠不孝之徒岂能服天下？”武王被骂，得低头不语，颤抖十分。2旁卫士见武王被辱，连忙接枪道：“纣王武夫也，百姓恨之久矣，早失君王资格，我武王顺天应人，替民除害，岂可出此动摇人心之与君前将士，甚至有人摩拳擦掌，准备给客人一点颜色看。”就在此刻，太公望连忙出来打圆场：“伯夷、叔齐乃大贤士也，文王在世时奉为上宾，我等岂可对议事无礼？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即刻安抚将士，亲自送2位贤人离去，方解决了这场纷争。武王圣明，由此次兆头，知时机未成熟，纣虽无道，忠义之事上留几个，不可贸然前进，于是就班师回去了。
过了2年，听说纣昏庸乱得比以前更为暴虐，杀了叔父王子比干，囚禁了同姓诸侯箕子。乐观太师资少师强就抱了他们的乐器逃奔到了周。这时武王就便告诸侯说，因有重大的罪孽，大家不可以不合力讨伐。于是仍然遵奉文王，就率领了兵车300乘，精壮的卫队3000人，带甲的武士45000人，向东伐纣。11年12月戊午那一天，军队全都渡过蒙津，诸侯都会合在一起，说勤奋用命，不可懈怠。于是武王做太师，对众人宣告，现在因王纣只是听信妇人的谗言，自己断绝天命，毁弃了祖先所定的正朔，坏乱立法天人的交通，远离自己同父母的朱棣，又断弃先祖所制的音乐，而崇尚靡靡淫声，以此干乱正身，用来讨好妇人。因此现在我发指示公瑾的执行天的惩罚，分免那将士们无需等我的再三告诫。2月甲子日那天，天刚亮的时候，武王早早的到了商都郊外牧的旷野，就在那儿誓师。武王左手把着黄色的大斧，右手拿着白色的牦牛尾，用来指挥远来劳苦那西方的人们。武王说，那我们友邦的大君主，各司徒、司马、司空、亚吕、师士、千夫长、百夫长，以及雍、属、羌、柔、为、卢、彭、蒲各国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靠紧你们的盾，束好你们的矛，我就要宣誓了。武王说，古人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母鸡不应该在早上啼叫，如果母鸡在早上叫了起来，那将是这家的衰败。现在因王纣只有妇人的话才采信，自己背弃了祖先的享祭，不报答神恩，灭弃他的家国，舍弃他同父母的弟弟不用，却只对天下犯罪多端而逃亡的人那般的尊崇，那般的推重，那般的信任，那般的重用，让他们来暴虐百姓，来扰乱商国。现在我发，只有公瑾的执行上天的惩罚。今天的任务不会太劳累，不过前进6步7步就可以停下来整队了，大家要分娩呐。你的武器向前击刺，不过4、5下、6、7下就可以停下来整队了，要分娩那个位。希望大家勇武的，像老虎像皮熊，像豺狼像吃椒，在这商都的郊野，别阻挡那些能够逃来投降的，可以带他们回西方去服劳役。用心那各位，如果你不用命，模拟自身将会受惩罚。誓师完毕，诸侯的军队聚在一起的有兵车4000乘，都列阵于牧的旷野。帝纣听说武王攻来，也派了军队70万人抵御武王。武王命师上附和百名勇
是在阵前挑战，以大军冲杀纣军。纣军虽多，但都没有斗志，心里希望武王赶快入城，就调转武器攻向己军，以引导武王。武王跟着冲杀，纣军都溃散而背叛了纣王逃回城内，登到露台上，以他所藏的珠玉穿戴在身上，自焚于火而死。武王长着大白旗以指挥诸侯，诸侯都来参拜武王，武王也向诸侯依守卫礼，诸侯全都服从他。武王到了商的都城，那里的百姓都在城郊迎候着，而后武王才出去，回到军中。第二天，下令整治道路，修复大社和商纣的宫室。到时候有100个壮汉合着喊旗座位先导，武王的弟弟叔正夺供奉，并陈列着行礼的车子，周公旦把着大乐，毕公把着小乐，以家辅着武王。散宜生、太颠、红妖等都执着剑以护卫武王。进了大社以后，武王站在大社南面，军卒的左边，群臣都跟随着。毛叔正捧着明水，以剑盆向月所取的水，为康叔封铺好入席。赵公是持璧筑祭，诗上赋牵着牺牲，引一读家书以祝告说，因得末代子孙祭纣，绝业废弃了先王秉受于天的善德，武慢轻蔑天地诸神而不祭祀，泯弃并施暴虐于商邑的百姓，他的罪恶彰明彰显的让天皇上帝知道。于是武王再拜稽首，说，我承受天下的大运，取代应接受上天昭明的命令。武王又再拜稽首，而后出去了。然后以遗留下来的殷人封给商纣的儿子陆父。武王又因为殷才刚平服，还没完全安定，就命他的弟弟管叔先、蔡叔度辅佐陆父治殷，而后命赵公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命毕公释放了被囚禁的百姓，经表了商容的礼门，以扬他的道德。命南宫扩散发露台所藏的钱，开放巨桥所积的粟，以赈济贫弱的百姓。又命南宫扩使役视察九鼎和宝玉，命红腰加高比干的墓，以示尊崇。一路巡行诸国，记录政事，做了一篇武臣，分封诸侯，并赐宗庙的仪器，做了分阴之器物。武王追念先圣先王的功德，于是扬并封神农的后人于郊，封黄帝的后人于祝，封帝尧的后人于季，封帝舜的后人于陈，封大禹的后人于启，然后封功臣谋士，而师上父功劳最大，得到最高的封赐。封师上父于营丘，国号齐，封地周公。旦于曲阜，国号鲁，封赵公氏于燕，封地叔先于管，封地叔度于蔡。其他的各依次受封。武王一番安顿之后，便将国都建于皋，今长安，并在周公旦的辅佐之下，实施封建制度，
定了国家的秩序，使周朝步入有道之国，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然他自己却因政事日多，驻守因风出去而减少，故更加操劳了，即位的第2年便与世长辞了。纵观了武王领命一生，努力的重点全在承先启后，开创新业，将道上行。下校的宗旨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一人有庆，照明赖之的真理能长存于这各凡尘世界里，道的再创造、再开展的重责大任便落在其4弟周公旦的肩膀上了。清心好修行，悲智双运的白羊使者。编辑小组。陈前人春来公，生于民国2年，台南县关田乡社子村人，就是在我们神元山社子村这里出生的。俗话说落叶归根，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大事。前人6岁失户，没有父亲的疼爱，全家顿失支柱，与母亲和2位妹妹生活无依无靠，日益困苦，甚至贫无立锥之地。冬天酷寒时，只得蜷缩在草堆中御寒。10岁时，前人感念母亲太过辛苦，为分担家计，小年纪便只身入山砍柴，挑了1担柴走几100公尺后，先放下来，再走回去挑另1担柴，就这样来来回回，一个人要挑6担柴到关田或麻豆的市集贩卖。虽然很辛苦，小孝心却日益茁壮，个性上也越来越刻苦耐劳，坚毅不拔。前人14岁时，刚好要兴建乌山头水库，前人去应征工作时，因年纪太轻，工头原本不录用，经前人一再恳求后，工头才勉强以试用的名义让其工作。后来，工头见前人工作卖力，为人诚恳踏实，乃将前人调为内勤，并亲自教导前人一些营建的知识。前人20岁时，与陈夫人刘氏结婚，夫妻恩爱，育有6子2女，家庭幸福美满。台湾光复后，搬至麻豆总爷派出所的后梁，成立一家顶级营造公司，名叫嘉南营造公司，业务成长很快，承揽了多项糖厂、水利会的工程，麻豆总爷糖厂的图书馆即是其中之一。41岁时，前人道缘成熟，经无令典传师的引渡而求道。求道前人因生意的关系，时常要在酒家应酬，每日要抽3包烟，要喝2瓶米酒。前人的根基非常深厚，求道当晚猛然领悟，于是立志断除烟酒，并于隔天开始吃素，真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大德者。妻子刘氏见其不食酒肉，甚为奇怪，以为烹调的食物不合前人口味，详问后，也慨然跟随前人吃素。前人自幼家贫，无缘上学，所以识字不多。求道后，感于所学有限，
对道场所传扬的道义、经典深觉赞叹，所以积极习字背诵经典。经过多年的精进，前人已能书写自由，许多经典都能信口道出。前人43岁时，有位前灵根有缘求道，深感天道宝贵，回家后欲度化其子却言，一贯道是被政府查禁的邪教。除了劝阻灵根接近天道外，并向警方密告，于是招来了一场官考。警方侦讯无令点传师时，逼问单位领导人为谁，无点传师为免前人等人批打，慌乱之间竟随口言称领导人为一薛姓前辈，他白天工作，夜间常在赤山岩出入，于是当晚警方便到赤山岩侦查。巧合的是，当天因为有一名妇人在赤山岩自杀，住持韦云不知所措，乃央求与其有师兄弟关系的薛福三前人及陈代前人前往帮忙处理。当薛前人与陈前人到赤山岩后，发现该妇人尚未气绝，乃紧急召来计程车，欲将该妇人改往新营急救。由于空位不足，于是薛前人便留在赤山岩，而未前往新营。由于上天的巧安排，警方果真找到所谓的薛姓领导人。后来法院以为薛前人是住持韦云的师兄弟，并未予以起诉，仅依为警罚法处以罚款结案。一场山雨欲来的官考，便因此消弭于无形。44岁时，蒙上天慈悲，和老前人的提拔，前人领命为点传师。未开展道务，前人敢于从事营造事业，在时间上较为繁忙及不确定性，于是决定结束营造事业，改为从事菇类、木耳的种植，如此则可较专心于道务。民国57年，前人56岁，麻豆单位因为领导前人尚难决定，当时天然古佛灵坛慈悲开示春风化雨晚善贤，来往何直自当前，师尊亲自复命。陈前人为麻豆单位领导前人。但前人认为在麻豆单位的点传师中，自己尚属后辈，恐德行不足难以胜任，于是向何老前人恳辞前人的职位。何老前人说：“此为师尊亲自复命，无权代为决定，而且身为后学，替前辈者多担待，多付出。本属应当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开拓道路才是。”于是前人便挑起了领导麻豆单位的担子，麻豆单位的道路也随之蒸蒸日上。同年，前人在麻豆南市里设立佛堂，作为麻豆地区的中心佛堂。后来老灵坛赐坛名为义和。民国63年，前人62岁，新义理事会买下了玉石山，打算开发成道务中心。何老前人看我们陈前人为人诚实，修道可靠，值得托付重责，便邀请前人到玉石山开发新义道场。
于是前人奉命前往负责开发事宜，从规划、营建及监工，前人都事必躬亲，尽心尽力。几年岁月下来，包含土木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道路开发，莲花舍及中心佛堂的兴建都一一完成。期间虽然有着不少的考验与困难，前人都本着坚毅不拔的精神一一克服。对于何老前人的指示与交办的道务，也都是信受奉行，始终如一。民国77年，前人76岁，何老前人归空，心忆祖先痛失领航，虽是满怀不舍与哀戚，前人仍打起精神，积极筹建何老前人的墓园，总算上天慈悯，工程如期完成。之后，前人仍留在玉石山为何老前人守孝，直到民国85年才回来神元山。我们承前人修道非常踏实，对何老前人恪守尊前提后之礼。何老前人交代的事，从无一句推卸。民国78年，前人77岁，遵奉何老前人生前的指示，麻豆单位加入一贯道总会，积极配合合法化的工作。为了道路的推展，前人与典传师们决议，另外立的新建中心佛堂，并且为了避免日后开发与产权的纷扰，决定依法律程序申请财团法人的资格。在上天的慈悲拨转下，购得社子村神元山的这块土地。几经波折后，取得合法开发的建照。民国84年，前人83岁，义和圣堂中于动土施工兴建。民国85年，前人84岁，前人在玉石山的工作圆满完成，回到麻豆单位主持大祭。前人除了不辞辛劳到国内外各道场成全讲道外，更积极于神元山义和圣堂的兴建，使其可以成为顺应新时代潮流的道场，在全体前贤的诚心护持及发心下，充分呈现道场文化特色的义和圣堂，终于在民国91年，前人90岁顺利落成。其中过程有着太多上天的慈悲、仙佛的显化、前人的愿力以及前贤们的血汗。今天义和圣堂能有些许的成就，皆是天恩师德及前人的庇荫与感召所致。承前人真的是一位福慧双全、福慧双修的大德者，千言万语实难叙述前人的圣德。今天公园果满，蒙恩照，让后学们失去了一位英明的导师，让后学们有深深的哀戚与不舍。然纵观承前人的一生，只要是圣业，他都是全然的投入及使是抛家弃业也在所不辞，这样的精神实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是一位悲智双运的白羊使者，道学研究贯通五教之理的一贯道。林玉祥步入三民主义世界大同的不二法门，
世界五大宗教，过去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均尽了其应尽的弘法利生工作，均尽了其在文明史上不可抹杀了一份伟大的神圣使命。万书归一本，以贯通五教之道为使命。一贯道以贯通五教之理为职责，以贯通五教之道为使命，博大精微，直指性远。虽本身并不自谓为一个教派，但目前却是如火如荼的推展，海内海外，十分风行。近年来，由于加入一贯道的门徒甚为众多，所谓人多势众，竟使政府亦不得不加以正视，终至由原来视其为非法，而改为加以正视，承认其为合法。笔者忝为一贯道的门徒，根据平时的接触与了解，他绝不是什么妖言惑众、神秘不明、甚而危害世人的门派，相反的，乃是十足有益于世道人心，乃至促进世界大同的好门派。是以愿撰此文以为简介。过去人们的脑海中都认为儒、释、道、耶为各有不同的道统，各有不同的传承，但站在一贯道的基本立场言之，若统观人类的文明史，世界五大宗教均有其统一性，有其一贯性。世界五大宗教过去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均尽了其应尽的弘法利生的工作，均尽了其在文明史上不可抹杀的一份伟大的神圣使命。盖各教的教理与宗旨，无非均是在净化人心社会，使世界成为人间净土大同世界。诚所谓一本散万书，万书归一本，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各教教理彼此本是相通相融的，只是在推广上不得不因时、因地、因人而质疑，而在枝末之上所差别而已。明言之，释迦的佛经、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四书、耶稣的圣经、穆罕默德的可兰经，其化导信徒的方法虽殊，但其原理与目的均是相同，均是教人要除恶向善，不要贪恋红尘假境，不被外境和物欲所牵引，其能先有整肃个体，进而塑造一个完美大同世界的整体。事实上，一贯道的门徒之所以是五教教义均为一贯的道理，尚有其另外一套自圆其说、义正辞严的说辞，于此姑先置不论，是以此一贯道的立场论之，仅通于儒而不通于耶，或仅通于回而不通于道，或仅通于耶而不通于佛，亦即只能通于宗，而不能通于彼宗，那便只是因为一己的造诣尚属不够圆融，不够贯通，要不然便只是一己的私心作崇，本位主义不除，容不得他人，甚而还要排拆他人可耻的表现而已。以中华道统为渊源到通古今中外，一贯道以为天下的大道五教的道理均源之于中国的道统，尚可追溯到伏羲
时代亦即以伏羲为始祖，今神农皇帝尧舜汤王，此期称之为青阳期。此期传道承统的责任落在帝王贤乡的身上，道在君相。从汤王再传至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孔子曾子司孟子，从伏羲至此，既传了18代，称之为前18代祖。此道统传至孟子便以终绝，亦即在老子之时，此中华道统。事实上，今已另传至印度，由释迦弟子一派相承，由迦叶尊者传至28代。祖达摩，此中华道统方始老水海潮，亦即在由达摩以西方28代祖之身份，又成为中华初祖，从迦叶至达摩为中28代祖，从达摩出祖2祖神光。6祖慧能留16祖录17祖当今18代祖，称之为后18代祖，而至伏羲，传至当代，合计有64代祖，正好合乎八卦卦理，88、64卦，亦即为一圆满之卦号。从老子到刘16祖，称之为弘扬期。此其道在师儒传道承统之责任，落在师儒之身上，亦即由学者专家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责大任。从17代陆祖开始，称之为白羊期，既有10800年，此其道在庶民，传道承统，人人有责，人人有缘，人人有份，人人可行，人人可治。划分道统为3期，白羊最末期的来到。由于青阳期与红阳期，民智未开，教育尚未普及，交通以及通讯工具尚未便捷，道统无法普传。唯从民国开始风气大开，今已正式进入白羊期，正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期，亦即是一贯道到处流传，行遍天下的时期。当然，宗教的传授要能普及化，除了人民知识普遍提高，交通工具以及大众传播工具发达之外，最重要的，那便是要看是否有方便入门的途径。生活在这十分忙碌紧张的工商社会，士农工商军公教人群如何去入门修道？因此，一贯道的前人乃大慈大悲，把汗牛充栋之五教经论化繁为简，浓缩成精粹，使有志修道的上乘、中乘、下乘等3圣根人以及国父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等人群3系，均能有所入门，有所遵循。其精粹为何？乃所谓三宝心法是也。此三宝心法，只要由前人指引，便能堂堂入室。各阶层人是只要能够悟解此三宝心法，便能入门修道，不必舍弃家庭，不必抛弃事业，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都不必分开，仍然可以一起共同勉励实行。一言之，无人可以把寺庙、教堂带进家庭，使家庭佛堂遍布大街小巷。都市乡村，家家成为道化家庭，以使人间净土，
大同世界于无形无影中自然生成。大门普妖之门，家家可以道化。善修道有千门万门，究竟从那一门较为容易进入悟出，实为千古以来之一大疑难困惑，信赖一贯道祖师大开此普渡之门，持以三宝心法而能为之化解。此三宝心法，深者见其深，浅者见其浅。下乘根人是三宝心法，直是保平护安，与消灾改恶的心法。中乘根人是三宝心法，为脱离劫难，可全教义，以真天人合一的信悟。上乘根人则是三宝心法为五教教义，千经万典的一致源头，并且还可当下即为悟的理天圣域，进而随缘度人，代天宣化。一般一贯道的门徒，均视此三宝心法为无上神咒，遇难可以救难，遇灾可以除灾。尤其甚者，此三宝心法更是人人超越生死轮回，度脱一切苦厄，达本还原的无上心传，实亦即是五教经论所要一致印证弘扬的不二法宝。是而凡对是五教经论越有了解与领悟，则必然越能体会出三宝心法的博大精微处。按一贯道门徒一致的警觉，事实上基督门徒亦有警觉，值此道统白羊旗，乃是世界杀劫末日的道头。在一贯门徒之本身言之，若能持有三宝心法，不论环境如何变化，均能自保本身性命，即连在社会上所从事的工作与事业，一定亦可大为进步与发达，整个家庭亦可因而获得平安幸福。一贯道的门徒们更认为，只比人类前途正趋于自我毁灭的时期，一贯道的门徒允以同心同德，团结一心，以为化黑暗为光明，化暴力为祥和，化罪恶为善良，化忧苦为福乐，化贫困为富足，化污浊为净洁，以及化毁灭为生存而努力不懈。弥勒祖师总收元圣化三曹三世界，一贯道门徒以为天元天地一元会计有1296年，其中经过7佛之世，并还经过3佛收元。所谓收元即总收其元成，亦即把这一元会的3000大千世界收归于最为圆满融熟的境界，化数十亿人为一家人，化纷扰不安的世界为大同世界。而这一元会的收元3佛，分别便是青阳骑持青莲叶的燃灯古佛，红阳骑持红莲花的释迦牟尼佛，白羊骑持白莲藕的无太弥勒佛。前2佛业已涅槃，弥勒佛则为10位佛陀中的最后一位。弥勒祖师是一位超乎国籍、地域、种族、教派以及无教别门派色彩及五教之大成，为五教圣人之在化身的一位大觉者。是以可知者，五教圣人未能完成的心愿，必须由弥勒佛来完成。前2佛所办的收元是属于区域性，而弥勒佛所办的收元则是全世界性的。
凡是前两佛前所未能度回去一即不能使之超生了死，使之不再坠入轮回的弟子，这一次弥勒佛都要尽力把他们度回去。而且前两佛所度回收缘的对象，仅限于人曹世间的人群，而此次弥勒所要圣化度回收缘的对象，还更广及天曹、天上神仙的曹的下鬼魔，以及包括三曹三世界在内。大同世界可其人人均可回归无极境界。任何一种宗教均有深刻奥秘的文字，有了文字障碍，必然使想入其堂奥的人站在门外，望而生畏。何况通经明典，博闻多知，虽不能只为与自信了无干涉，但修身养性，倘若能于言语离言语，于文字离文字，亦即不被语言文字所障所惑，则必然更能与自信相互因应。一贯道的传授，便是在尽力摆脱文字障碍，要使芸芸众生真正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乃要持三宝心法的人生真传，使门徒们一步登天，一并获得天命真传与道统本体界的真传。无论什么根慧的人，只要经由身担天命的引宝师引荐，以及点传师的点玄、口传心授，并依三宝心法中的任何一法门修持，终身不渝，立愿了愿，则必可使现实世界渐渐成为一个安和乐利民生均富的世界，三民主义大同世界早日到来。而对一贯道门徒来说，则自己这一生是受阳寿的结果，乃至其九玄七祖，即不再坠落四生六道之轮回，均可一同回归于无极世界。要知一贯道由于其通俗易行所提供的道义，对于现实社会人心又有着一股安全寄托的神妙神通力量，所以近年来其在复兴基地的发展已经甚为神速。杰出工商企业界加入者有之，知名资深政界加入者有之，至弱基层民众之纷纷加入，更是不计其数，其组织已经遍及各地各方，十分绵密。即使海外的美国，近年来亦蓬勃的发展，美国华人社会10余年来一直是一贯道的开拓园地。纽约、旧金山、圣地亚哥、洛杉矶均有不下数十万庞大道亲聚会，无人坚信凡真正是一贯道的门徒，最起码绝对不会做坏行恶。看来一旦一贯道深植全人心及全世界，那也便就是世界大同的来临矣。无人识拭目以待之。摘自大同天下第其喻，至尊至贵为一贯，涵养古神性中天，明灵一点七贤圣，便是长生大觉仙。天与人的关系，玄机子，是空非空，是色非色的宇宙主宰。前言，人类在遭遇到人力无法挽回、抗拒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时，最直接的反应
就是自然地发出类似天啊，求天大发慈悲加以救助的呼唤心声，这种现象好比明灵幼子遇到任何事情必然求助于慈母般的殷切自然，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生共同本能，不会因时代变迁、语言、宗教、文明的差距而有所改变。中国人的天，中国人所强调的天，即指宇宙主宰，亦是自然现象。主宰的天要求人们效法天，顺从天，以求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人类与天密不可分，由此可知，天与你我人类必然有某种亲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人类对于大自然、万物的形成，人类的一切，都认为是天的设计与安排，才能如此恰到好处、自然。而然对于天造物的神奇奥妙，天的能力，产生了敬畏的心理。太古人类对于天有天生自然的认知与敬畏，在日常生活中都不敢稍加违背天的自然法则，人人都能顺天而行，把万物当作与自己是一体，没有你我的分别心，因此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都能和谐共处，人与天也能相通无碍。上古时期以后，人类物质欲望萌芽，人类失去天真，也失去与天沟通的能力。天为了免于后来人类无法知道天的自然法则与原理，以致天人永隔，才派圣哲们开始传授回天之大道，使人类能够以所获得的道来弥补失去的天真，恢复天人合一的天性。圣哲们为了诱导启发人类追寻根本，留下许多诠释回天之道的经典，用来教化人类。后来人类把过往圣哲遗留下的经典教化，以阐道解说的方式不同而加以区分，则成为现今各种宗教派别的起源。实则教源之于道，道又来自于天。今时人类物质文明已达顶峰，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物质文明必定又会回到原始。但在转变之前，必有一种精神文明来加以弥补挽救。天爱世人，如今已将他的独一无二的道赐给予世人，希望得到道者自己得以率先复古，达到天人合一的本来精神面目境界，不受到有形世界的自然相对律支配，也前愿越是书者在了解天之后，能速速追寻天之道，获得天之道，恢复自己本来天真面目，实所要紧。二、天素自地球有人类以来，人类小小的心坎里，对天多多少少总是隐藏着种种莫名的情怀。这里面包含有太多的依恋、敬畏、如目可知，甚至有些许幻想。尤其是在人类对周遭生活的空间、生命的奥妙及原始起源的追求探索上，总是觉得和天有份脱离不了的密切关系，仿佛没有天就觉得无从着手起。可是对天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天
又是什么呢？气体运行我所不在。一谈论到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天就是局限于人人头上一片天的空间，事实上，天并不是如此而已。人顶天立地，人头顶上的天空是星球相互之间的无形空间，其中有清浊、厚薄、成分不同的气体运行散布着。这些气体，人体肉眼虽无法看见，但却可用感官感觉得到。这个空间和有形的地球空间比较起来，是属于无形的大气空间，又叫做气天。地球与其他有形有相、肉眼可见的星球，叫做的相天或物质空间，一般通称的天地，就是指大气空间与物质空间共同形成的气质空间，也就是人类所称的宇宙空间。宇宙空间以外的空间，就是超出有形无形相对的无尽空间，由于无有一切到极点，叫做天外天无极天或真空的空间。而真正所谓的天，就是包含无极天、极理天、气天、相天三个空间的天，并且是这些空间形成的主因。相天，凡是有形有相、肉眼皆可见到的个体，都属于这个空间。这个空间一切星球和人类居住的地球、动植矿物体、人体，也是属于色界或一次元的世界。气天，凡是物质与物质相互之间，肉眼不可见，但可用感官感觉出来的空间，都属于这个空间。此空间包括星球与星球、物体与物体、细胞与细胞、其质原子与原子之间的空间，人所发出的情感意识，都属于此空间，一般称呼天地的天，就是指此空间。此空间以下包括相天，一切万物不管有形无形，都有生死、阴阳、善恶、苦乐等等相对的循环，而由人意识的善恶所造成的无色界、天堂和欲界、地狱，也包含在此相对的二次元的世界。此空间也就是所谓的太极天或阴阳天。无极天就是超出宇宙气天、相天以外的无尽绝对空间。这个空间，人类除了用本身纯真的心灵来感应外，无法用任何科学仪器探测或肉体感官来感觉，是属于心灵的空间或纯灵的空间。此空间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捉摸追寻，但却又无所不在，能生化万有，是真空妙有的空间。因此，真正的天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能量，它大至无外，没有外延，连大宇宙都在它的范围内，小至无内，没有内延。连最微小的微粒子都有它的存在，它包含一切空间，是空非空，是空间又不是空间，是真空妙有，是色非色，是一切形形色色的本体，但本身又没有形形色色，是实相无相，它是一切空，一切能量和没有形体的生命，也是一切色、一切物质和有形体的生命的本体，它是空也是色，
非空也非色，色空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一切万物的主宰、原始。上帝，他具有无比的智慧权力，能够无中生有，形成宇宙天地，使亿万星球旋而不坠，各依轨道旋转，又能将其能量散布于气质天地，形成动植万物和人类。它是属于妙智慧并且有理性的天理天。所以真正的天就是天外之天，一切天的最高一层天无极天、理天、上天，一切天的原始老天和一切天的主宰天地，即是宇宙万灵主宰玉皇玄穹高上帝是也。古帝王以神道社教，中国人所强调的天，就是有宇宙主宰的意思，也有自然现象的意思。主宰的天，要求人们效法天，顺从天，以求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效法天，顺从天与天合一，也就是效法自然法则及顺应自然法则之意，但并未认为万物均由主宰的天所创造出的。随西方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及人类学等的发展，对宇宙的生成及生物的进化，终于发现真相了。在进化论未问世之前，人类对宇宙如何形成及万物如何产生均不得而知，全凭感官想象予以假设。一切动物均由其父母所生，而一切植物亦皆由种子或根干繁衍，不知第一位父母或第一颗种子由何而来。对于浩大而神秘的宇宙现象不知，并发生敬畏的心理。古代犹太人推测万物必定由一位不可知之真神创造出来的。易经系辞传说，圣人以神道社教，而天下服矣。聪明人创始宗教以神力监督人民，人如违背道德，神会处罚，这在古时是很有效用的。我国古时有所谓君权神授或奉天承运，乃徐福在日本建国任第一代皇帝神武天皇自称是天孙降临世间等，都是帝王以神道社交的应用。三、四书中之天。四书之中，天字凡410件，除天下及天子两个副词另有意义外，余143个，归纳起来有两种观念。其一，自然天，泛指自然天空而言，例如《论语·子张篇》，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中庸地萨一章，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孟子尽心篇道，则高以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总记四书中言自然天者萨处，四书100余篇亦是天。其二亦是天，乃认为天也像人一样，具有相当意识。例如《论语·雍也篇》，子见男子，子路不说，夫子使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如无意识，何由得厌？孟子公孙丑篇，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也？
设无异事，又何犹豫？总计四书中言议事天者113处，兹在将其所表现的明显议事列下。道《论语》公冶长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天亦有道。德，中庸萨2章，谆谆其人，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既不顾聪明胜之达。天德者，其熟能知之。可见天亦有德。人，孟子公孙丑篇，夫人，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亦成口语，人是上天赋予人类最尊贵的本能，也是最安全的归宿。自己没有，焉从负人？则孟子告子篇诗曰：天生真明，有物有则。孔子曰：谓此诗者，其之道乎？故有物必有则。臣，中庸地面章，臣者，天之道也，臣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篇。是故臣者，天之道也，斯则臣，人之道也。可见天亦有臣。命，《论语》为政篇，50而知天命。记事篇，君子有3位，谓天命，谓大人，谓圣人之言。大学传之首章，太甲曰：故是天之明命，中庸第1章。天命之谓信天命的译解很多，乃是自然演变的际遇。述，《论语·尧曰篇》兹耳顺。天之历数在耳功，历数简称数，即盛衰。气运。陆，《论语·尧曰篇》四海困穷，天陆永中。陆是绝路，天可以给人，可以收回。天的意识已如上述，以下是他向人表达的方法。以形与事表达，《论语·阳货篇》天何言哉？40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万章篇》天下言，以形与事示之而已矣。由名表达，孟子《万章篇》太史曰：天视自我明视，天听自我明听。天的意识及其表达方法既明，那么人又该怎样对天呢？兹在句经文简述如下。知天，中庸第20章，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天。地面9章，执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孟子尽心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所谓知天，只知天之意识及表达方法而言。则天，《论语·泰伯篇》巍巍乎，为天谓大，为尧则之所谓则天，止于知天之后，效法其道，德、仁、则、臣而言。顺天，孟子离娄篇，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所谓顺天，指顺天之命。述，陆而言。宜慎加言。做事不可亏人，亏人就是亏天。做事不可欺人，欺人就是欺天。做事不可疑人，疑人就是疑天。天就不保佑你。修道方针。曾进长。1. 前言。
一年的开始要有生气，一般的开始要有道气。法是为接引众生而需要，法非束缚众生而困扰。修道不在文字上表面的定义，修道是在文字下里面的用意。二目手悬，心里默念，手抱合通。修道非不顾一切的在二目手悬，修道非我所听见的在心里默念，修道更非没有作为的在手抱合通。二，南极仙翁只是学问之道。南极仙翁，学问不在文字上的阐扬，学问是在文字内的真章，学问不在口头上的提倡，学问是在行动上的标榜。若修道没有确切的方针与目标，谈道是枉费，听道也枉然呐。难得走上白杨修行路，岂容渐行渐远，越修越偏呐。三，师尊开示重视因缘而修。师尊说到因缘，是累世修来的机遇，是一世修成的根基，徒儿都有啊。师尊，徒儿一定要承认自己的根基，方不会质疑，徒儿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因缘，方不会可惜，徒儿一定要委任自己的使命，方不会背弃，徒儿一定要指认自己的经线，方不会偏移。师尊，徒儿别再忽视根基，而爱修不修，徒儿别再错过机遇，而不得好修纳。徒儿更莫埋没根基，而只言自修，多少徒儿一遇到考验，就是会说在家自修，多少的徒儿俗事一忙，就说没时间修。师尊，为何不能改习性？因为在心上未能生根。为何念头不能转？因为没有行。功利德，修道三不离：不离佛堂，不离经典，不离善知识。四，不弃情，不弃理，不弃法。不弃情，用至情来感化自己的痴迷。私情，性情欲，痴迷于钱财、美丑、爱情、儿女、名利、地位、感情、喜怒哀乐爱恶，以及欲之七情中，被业识所困，因私情而痴迷，终日只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财力打算，不择手段赢取，心中只有自己，而无他人的自私自利者。至情、真爱、博爱、大觉有情，不限儿女，不分关系，真爱中有无限的关怀、宽恕、体谅、包容。真爱是不受时空的阻隔，付出是不因岁月而耽搁，关怀是源源不断的动力，宽恕是一种穷的快乐，至情是至高的境界，如深海，如高空，没有波浪，没有气象。不弃理，用至理来教化自己的无知，累劫的无明，行时造成无理。理有粗细为玄妙，在日常中要有玄妙的道理来指引众生，众生已被私情、私欲蒙蔽到无的状态，我执我见，因此学至理以达不误的精神，求学浅入深，问学精会神，文学通想象，道学达天真。佛菩萨
人人皆具如来佛性成佛。要知人生生死大事无常迅速，超越生死才能跳脱无明无知，以达真知真见。修行不分白昼与夜晚，体悟是不受环境的牵制，展开了脚步，积极冲过坎坷，心里才有主张自鞭策。不弃法，用智法来度化自己的顽固。顽固成性，唯有以为道的使命感来度化顽固。当度化别人明理时，如度人度己般，内心会体悟真道真理，而化解顽固的观念。传承是天使具有的使命，济世是天使肩负的重责，明天的奇迹是靠今天去建设，平凡人生有光彩，更显赫。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方针为师定，功夫个人凭。5. 师尊开示修道要放下我执。师尊有徒儿我执我见，觉得不可能修成，而不曾动手；有徒儿努力过，觉得难，中途放弃。多少徒儿听到为师喊停才停。师尊，当徒儿无明起的时候，总是忘记修；当徒儿不执的时候，总是没耐性修。当徒儿有心想修成的时候，就有可能修。上天要的是徒儿一颗真正修道之心，无论成果不够圆、不够圆满，至少徒儿已经迫切地想修成圆满了。6. 修道重要有3：重经线、重真理、重礼节。修道课不只次一次，是分分秒秒不断修，尽力修。今日徒儿脾气好，不代表徒儿修养，260中徒儿都没毛病，才算有修，故而有不断做不断修。修道要越修越无我，勿要越修越忘我。修道要越修越真我，勿要越修越自我。师尊，末后时期乱象四起，是虚名虚利引诱了徒儿，还是徒儿自己妄念贪图？是假祖假师迷惑了徒儿，还是徒儿自己理念糊涂？7. 结语。师尊，在趁机毁誉力衰苦乐，不足以左右徒儿，只要徒儿能够把持得住。师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以安抚徒儿，只要徒儿不乱本出。师尊，好比徒儿手上之白纸，或此时此刻已让徒儿糟蹋的不成样，但这是修的过程，只要徒儿有心修，终会圆的。说到修道，时修时不修，这岂不辜负因缘、机遇，还有根基？继续修，非是此刻修而已，是要此世修，是要此世修纳。恭祝各位前贤法喜充满，道路宏展，天道无间。例一章。1. 前言。一贯道纲合法化后的修道士对于天道有些各种不正常的偏见与看法，以致产生消极、变质、背道等态度，而在十字路口徘徊犹豫不前，这将影响个人的修为与天道的前程，而得不到好的结果。我们对天道唯有如下的5种认定才能顺利进道。
2. 普渡。时其成熟由单传而演成普渡，万里来龙到此结穴，6万年来至今普渡收源。昔时求道是先修而后的，在青阳骑士由君王之单传，演变到弘扬骑师儒之得道，仍然是单传独得。可是进化迄今白羊旗，因迷途羔羊不时返途，老娘大发慈悲，将道降在火宅，允准无凡人不必出家，可在家修道，并可先的后修，可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且只要有诚心求道之庶民，人人可先的而后修，可说一世修一世成真事。千古良机由此普渡众生，救出96生灵，重回老娘的怀抱，使能完成老娘的宏愿。不是普渡，咱们世俗凡夫无缘得道，此应重视之。刚才说过，昔时道降在君圣或师儒，而今时事变迁，道魔其降，人心不古，民不聊生，因为老娘慈悲大开普渡之大门，将道降在庶民，咱们世俗凡夫才能先的而后修，否则咱们何德何能呢？万万不可能有此机会这么简单就得到，而在家夫妇同修，子女同堂，有志一同共修。此点希望我们大家千万要能够珍惜并重视之，特别提出共勉之。普渡既是天意，顺天则存，逆天则亡，咱们应为普渡而努力。时运转至3期末节，大难临头，老娘慈悲不甘众生受苦，众生是被物欲所迷惑的圆佛子，期望将来重返理天极乐世界，享受神仙的安逸生活。俗云，顺天则存，逆天则亡。我们既然万幸得道，必须按愿文去修道。道亲个人是农工商各尽其职，为国为民服务，以尽国民之责任外，我们道亲应多费心思，度人办道，行功立德，为天道尽力并全力以赴。普渡人必众，欲成上果位，3648列榜，须多努力。此次3期末节3曹人鬼仙得道者必人多势众，据云有3648果位。凡我道亲必须认理归真，潜心度人，办道，行功立德，以虔诚之心菩萨般的苦行，为天道之兴旺尽心尽力奋斗，使有俗云，出头天1日而获得佛宝提名。3. 真传。深信三宝是一贯真传的延续，三宝之外无别传。三宝是求道时有点传师所传授，得此真传后，将来100岁年老，身体不会僵硬软如棉，而如安详熟睡一般。后学曾经在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道亲的自传拜阅过，原先也未予置信，之后后学母亲归空时亦印证如是，使得知并证实三宝之宝贵，并笃信之。年与清一和盛唐承前人春来亦印证如是，并功果圆满，著封为一首大仙。青阳旗的口诀是无量寿佛，红阳旗的口诀是南无阿弥陀佛，一贯道的口
厥阴应三曹普度时运，天机不可漏泄，仅可在求道时于佛堂内有点传师亲自传授，外不可传给第三人。口诀与河图也曾听到黄讲师提起家里王太太之旧错因故火灾，王太太亦曾经使用口诀与河图得到应验，所以此三宝之宝贵由此可知，可让道亲保平安，故无需别传。虔诚受持，学而时习之，君子而时忠。既然深信真传，就要虔诚受持，而笃信之，并按修道之方法，时时刻刻去学。所谓学无止境，我们修道士要学的地方很多，不管礼节、四书五经等修道经册、行道方法以及办道等，务必潜心学习，还要时常复习，不论何时，只要有空就不断学习。俗语云：活到老，学到老。近来也有人提倡学到老，活到老。原来是说活到老也要学习，而近来因知识爆发时代，俗事和道物一样要学的太多，所以有人提倡从年少时就要一直学到老不间断，并如《论语》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对道学如有深入研究，不但可充任讲师，可代天宣化，办道度人，将道传至全世界。有相般若进入无相般若，而达圆融无碍之境。吾们若认真虔诚修持时，约久必会感动天，从有形的智慧进入无相的智慧。其中就因虔诚向佛的念头与日俱增，是靠其念力、心理作用产生实现的力量。兹将念力的奥妙介绍如下。后学小时候读过一本日本小说，名为《铁甲面》，已忘记是苏联或法国的革命时期故事。当狱政官员为印证心理作用的试验，据说有一位政治犯被判定死刑，狱官就将该死囚的眼睛以布遮盖，坐于椅子上，利用刀背在其手腕割一刀，然后口述甲状，即拿一个脸盆放于手下，利用茶粉水滴告诉死囚你的血液开始慢慢流，经一段时间后，使其水滴放慢，并告诉他血流快要流尽，最后告诉他血流尽了，于是无水滴声，因此该死囚也就信以为真，就这样死了。另有实例奉告，后学民国50几年在公路局嘉义保养厂服务，有一天由高雄开回嘉义的直达车在南靖附近因车祸被撞击灭火机，其药水喷到司机的头侧面，他以为被卡车撞坏车身，其本人也受伤，用手摸到灭火机药水，以为流血而昏过去，不知人事，之后才醒。此2个例子均可证明念力之力量确实惊人。吾们道亲若能够在跪拜时想象各菩萨的慈祥尊荣及其修行过程，量必日久必能获得像佛的境遇，而日后一切如愿修办道均顺利无阻碍，而获得心想事成的圆满结果。4. 天命。
深信点传师的天命是师尊师母的天之明命的分支。无人求道时已经天堂挂号的辅除名，如认真努力修道必可求得圣果，所以道之宝贵可由中庸之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也。又论语中孔夫子亦隐免道云：朝闻道，夕死可矣。等圣言，由此可知道之宝贵至极。老子云：道是天地之奥，万物之宝。老子内经。在世间有机关或公司企业的伦理，在天道亦同样有伦理存在，即下级单位做势必得上级单位的授权命后方可如令执行，下级单位即等于其单位的分支机构，因此点传师当然要有师尊师母的受命，使可为求道者点道，师尊师母亦当然要有老娘的旨意使有天命。由此一经现以供点传师点道以及指导道亲认真修道，将来使能依功果返回西方故家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点传师头载天命，身兼师命，责任何等重大，位置何等尊高。师者即现代人所称的老师，老师当然是为学生授业解惑，而点传师承蒙上天老娘指令，又兼老师的使命，其责任何等重大。俗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由此可知点传师的责任与位置是何等重大与尊高了。为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是不在平常的世间，为领有天命的修道士是能承蒙上天赐给的能力和道使命，所以认真修道、办道、行功立德之前贤大德使能领天命，代天宣化替天行道。如领有天命而违反佛规，不能如上述而认真努力执行己任者，必失其天命也。点传师自为天命，负起职责，后学敬畏天命，唯命是从。点传师因天赐伟大又神圣的重任，以代天宣化替天行道，当然要负起光荣又伟大的职责来修办道，并指导后学修道，教化后学如何修办道及行功立德。所以后学当然要敬畏天命，唯命是从，借以认真修办道并行功立德，使归空后能获得好又高的果位，以利将来可过快乐逍遥的极乐世界的生活。5. 道学不是迷信，不能徒有宗教仪式。虽然也讲求神人合一，却不全赖神力。天道之宗旨，在于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士、敦厚崇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睦相邻、改恶向善，即世界为大同。所以一贯道的道亲并非靠神力来修道，如宗旨一般来修办道、行功立德，即如古时候的菩萨一般靠行功立德来苦修而得果位。我们道清除行功立德外，也注重跪拜礼仪的实心忏悔来修行，以利修身养性，促进提早明心见性。
是靠自我修行，并非靠神明保佑来修道保平安的。也讲食物灾劫以警其性，却须广阐道学以导其行。时值三期末节，各种灾难在所难免，尤其个人的冤孽更是难免，所以要多行功利德去解冤消灭，故广为办道倡导道学，让道亲有所依循以利，指导其修行。注重经书的研究与讲述，却不是咬文嚼字的文字般弱。道学是深不可测的，要下功夫去研究时能领悟，应从四书五经等古文着手研究，才能深入各种教别的诗经去研究，并不要依原文咬文嚼字去学习，必须寻诗，以先天解为主来学习之。如此使能获得天道之奥妙与认识，并笃信道之宝贵，对修道之助益非常大，并应以真传而解开五教圣经，从而穷理致之以笃行。五教的宗旨简述如下：佛教明心见性，万法归一；道教修心练性，报元守一；儒教存心养性，执中贯一；耶教喜心一味，默祷清一；回教坚心定性，清真反一。各教均以义理为本源，以心性为入手，自是由义理而化为三教。一贯天道则以三教合一，采其精英，弃其糟粕，使之返本还原，行儒门之礼义，用道教之功夫，守佛教之规戒，以其超生了死，超脱轮回，以正功果，并采孔子无道义以贯之之意。五教名虽不相同，而终归一也，其各宗教学说所以不同，乃是因为地方不同，人种不同，天时不同故也。但其道却是一样的，其实各宗教则皆教人改恶向善而已。所以穷究其原理，明白其聪明的智慧后，就认真努力去修行可也。6. 忧患，不是求佛庇佑，平安天福寿。一贯道的宗旨如前节所述，求道并非求佛庇佑、平安天福寿的，要如习实菩萨的苦修一样，要靠自己的修行行功立德来解冤消灭，经跪拜磨练自信，如三字经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所以要靠苦修才能修心养性，以及明心见性后，使可获得果位，返回故家乡，是解冤消灭，断除生死轮回因。前曾说过，一贯道亲是靠自己的修行，跪拜以磨练自信斋戒，反省忏悔，清净自信及行功立德，化解因果业力来感动天，期望解冤消灭，就可断除生死轮回因果，早日回到灵性的真我本来面目。因为到亲求道时，点传师就告知已经天堂挂号，地府除名，所以如果认真努力修办道以及行功立德，除解冤消灭外，也可以断除生死轮回因，从此可免轮回而返极乐世界，过快乐逍遥的神仙生活。
故应切磋琢磨，学佛苦修行。不论什么学问或问题的产生，必须经与研究讨论互相切磋，使能找出最好、最适当、最理想的及最快的解决方法。学道修道也一样，俗云，玉不琢不成器。学佛更是要下决心，依天道宗旨及佛规，认真努力修持。诗云：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一贯道清正需要如此切磋琢磨，学诸佛苦修行，是有返故家乡的一天。君子固穷，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虽困穷，只求以现在的职务而行事，其职务范围外的事不贪慕。无门一贯，道清亦应该效法古人，认真修办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求能够尽力当一个一贯道虔诚的道清尽力修办道，并行公利得以尽职责，其余非修办道之杂事不要管，使能专心苦修行，以利提早明心见性，还我本来面目，求上帝慈悲，能够脱离生死苦海。7. 结语。以上所讨论的天道5件，是无门修道士必须切实去认识、深入了解、彻底实行，以待天宣化，替天行道之重要项目。因3期末节应时运道降火宅，使咱们世俗凡夫可获得一世修、一世成的千古良机。因此咱们道清应该多行功利德，并勤于参加开班，除可研究道学外，可藉跪拜之机会来实心忏悔，以修心养性，增加灵光，促进明心见性之早日来到。希望有缘道清能够在礼天再相会的一天。勿为善小而不作。礼1章。桃园名圣经云：勿为善小而不作，勿为恶小而可行。人生于世，必受因果业力相缠，而且业力总是会抢先一步。当愿力没有时，业力就会现前。业力虽可怕，但有愿力可抵，因为法力难敌业力。当我们发无上的愿力，冤债是可以抵消的。有了愿力，则业力就难敌愿力。俗云：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人有善念，天必佑之。善恶在一念之间，我们要在260中皆存善念于心中，勿存恶念，以免善念被击退，并且善事不论大小，只要显现于眼前，就不要犹豫，立即去做，而且不要存有图报之心。桃园名圣经云：无极众圣，不可思议功德，礼天神圣都如此，何况无辈众生，更不可以行善而存有图报之心，否则其功德不容易生效，使外功尽弃，成道无望。虽然善小，可积少成多，积沙亦可成塔。行善或行恶，神明为你累计存档，不可忽视。有位亲口道亲，生有2男1女，长男服务于公家机关，女儿服务私人公司。么子则每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甚至与女友鬼混，不听劝告。
使他父亲颇以为难，斥他找一份工作做，好成家立业，但置之不理，游荡了好几年。笔者得悉后，见亦那位道清代子行善事，即以其子名义注印善书流传，每期注印100本，虽然小善事，但2年下来其行动逐渐有所改善。半年前告诉他们子替他找一份工作，他终于答应了。最近听说已就职正常上班，规规矩矩从事交通界工作。由此小故事可证明我们俗话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们时常要有善念保存于心中，就不会从心中闪出恶意而行，因为不论在明暗处或日夜，皆有神明在监视我们。如陶渊明圣经云：修道天高无耳目，窥心暗室有游神。亦如俗云：举头3尺有神明，所以行恶遇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其实这都是自己自信中所留存之记录，是无法抹灭的，有如录音带一般清晰永世留存。陶渊明圣经云：天网恢恢分曲直，神灵赫赫定亏盈。行善行恶诸神了如指掌，是无法逃出神明之慧眼的，无争辩之余地。但愿我们白羊同修，以日行一善为乐，并尊奉陶渊明圣经所云：勿为善小而不作，勿为恶小而可行。又云：回头诸恶莫作，免大众善奉行，则有朝一日成道有望也。人生哲学，创造心中的净土。沈素美。一、前言。六祖曰：一切众生自闭光明贪爱沉静，外缘内扰干受驱驰。佛云：三有众生诸受用，常被三苦火逼烧，如荼引诱去杀处，应断贪等修菩提。二、心中要有太阳。法华经：诸苦所因，贪欲为本。老子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就莫大于欲的，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贫者说：家妻生的丑，干10百步走。心地常快乐，睡觉风芋头。富者说：穷人多壮汉，富人抱药灌无门会开和尚，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师尊曰：身外无佛也，心外法难寻。回光返照者，当体如来尊。中庸。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亦也。三、放下即是净土。古人云：不以物喜，不以物悲。菜根谭。放得功名富贵之心下，便可脱凡。放得道德仁义之心下，才可入圣。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极痛害是也。如有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谓止之不若人也，止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之，此之谓不知类也。
名利小事人人好，生死大事无人防。卢梭云：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桎梏中。济公活佛曰：保持清净的道心，要从心地下功夫，世俗缘不可攀得太多，人情道不要走的太久，要常保我们的道情，修行才没阻碍。4. 结论：清净心智，如是万金，般若法藏，并在身心。义和盛堂活动概况。编辑部。1. 活动预告。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人才在教育亲上。月日读经参访。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夏季班。2. 活动概况。年月日举办英文3宝班。年月日举办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年月日举办年终悔过班，台北地区。年月至日年寒假大专高专成长营，2天2夜。年月日辞岁。年月日举办新春团拜。年月日举办新春志向班，神元山。编后语。编辑部。从东北来台开荒的新一组，主要策源地为台南，而日后其道路如雨后春寻般，遍布台湾各地，则归功于哈尔滨的领导人，如邱鸿儒、盛考宾的临行前特别叮嘱，出外办到手印学习适应当地环境的条件与能力，而最重要的是不可分支别派，形成门户观念。在萨6、7年，宝光祖苏秀兰前人及基础祖顾祥林先生与新一组也互相合作无间，值得一提。在年至年间和老前人回大陆期间，孙正阳前人夫妇竭尽所能扩展道务，遍布全省，功不可没。有关佛规礼节，沿用古代中国的周公大礼，绝对不擅自删减或草率敷衍。据说日后中研院的研究员宋光宇先生撰写《天道勾审》时，张文运道常介绍他到本省各地参观的佛堂道坛，皆属新义单位，礼节仪式都中规中矩，丝毫不忌，因此台湾各界都肯定一贯道崭新而严正的巍巍形象。提起在各地方对道务推有贡献者，最初有陈前人、吴令典传师及李兴发典传师等3人，其后5人，篇幅有限不列名，在地方贡献良多，有了其努力使有今日义和盛堂之成果。最后孙前人寄语道亲要精诚团结，可是年久世道约为，人心不古，尤其适合。法后成立一贯道总会后，我们新一组原有单位，而今4分5裂，有联系单位寥寥无几，真是可悲可气，怎向在天之灵的和老前人交代？一贯道推动读经会，今已遍布全球，早在台北举办万人读经会考及考状元。经典是古圣先贤留下的不朽著作，犹如日月运河助普照黑暗大地的光芒，指引着后人走向正确光明的大道，
如能截取经典的智慧经验加以应用，则能在人生苦海中按部就班成就个人的功业。其有实力可循，数年前有一位大学联考的榜首，就是其父从小斥他背经有成而获得荣誉。如人人如此贡献于社会，就可借以促进大同世界，弥勒家园亦可早日实现。以真传而解开五教的宗旨为：佛教明心见性，万法归一；道教修心练性，报元守一；儒教存心养性，执中贯一；耶教喜心一味，莫导轻一；为教坚心定性，清真反一。五教名虽不同，而终归一也。其学说所以不同，乃是因人心、地方、天时之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其道是一样的。然而中华道统，由青阳旗、红阳旗至白阳旗，到贯古今天降大道于火宅，使庶民可在家夫妇同修，子女同堂，先得后修，而今道传至全世界，大同世界指日可待也。而且可一世修，一世成功果圆满，则反相面更近矣。天有象天、气天、无极天。人类是生活于象天，有人基本生存必要的空气、水、食物等，否则人不可活。此外也是动植物生存的空间。人类之天是指宇宙主宰，亦是自然现象。主宰的天要求人们效法天，顺从天，以求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俗云：人不遵循甲子，则天不照天理。又云：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由此可见，人类与天密不可分。三期末节的修道方针，依师尊辞示，只要我们能够把持得住，再称机毁欲力，衰苦乐中，不能左右我们修道。只要不乱本初，依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基，处修办道，则有功果圆满的一天。时值白阳三期末节到降火宅，庶民人人可先得而后修，士农工商各尽其职外，可参与修办道，行功立德，并善用三宝真传，内功外王兼修，朝礼天迈进。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之宝贵。我们求道是受名师、典传师意旨，就可先得而后修。典传师是承师尊师母天命之分支来传道，让庶民得以修办道。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也。因此无人修道要日常生活中进行以成道化家庭，有其经线之传承，即可依功果返回理天面。我们修道不但修身养性，也要亲近社会，以促进大同世界，所以道学之研究也是必修科目，以力修办道能全力以赴。修道不是求佛庇佑、平安天福寿，而是不断学习佛菩萨的行功立德来解冤消孽，断除生死轮回。所以要多参翻实心忏悔，
促进早日明心见性，使能一世修，一世成，返回极乐世界里天。现社会科学发达，物质丰富，凡人欲享受奢侈的人生，是修道一大障碍。白羊，修士要清心寡欲，知足常乐，保持清净的道心，清心好修行，一切放下即是净土。俗语云：举头三尺有神明，行善行恶可瞒过自己或他人，但瞒不过神明的慧眼。所以各宗教在劝人行善，可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形成乱世。我们一贯弟子时常开班讲道，后来居上，行善人与日俱增。我们行善勿为善小而不做，注印善小虽然不足道，但总是善事一桩，积少成多，富翁也是从存1毛钱累计成富的，不是吗？注印大德方明录。1. 现金部分，福慧人士1本，李家杰1本，李佩璇1本，杨最成1本，杨美芳6本，福慧人士5本，叶文莹1本，叶兆安1本，叶红锦1本，杨建威1本，杨逸璇1本，杨青松1本。There's Quran, t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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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ran。 18. 义和双月刊第18期目录年月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4之3，老子道德经编辑部，先佛圣训，芙蓉中道院人才教育启慧班编辑部。新义开荒记，度了大仙，救我儿子一命李凤英。李氏常家言，健全修道心，淡化凡情事王坤德。古圣经文心性修一贯参天化九州张培成。历代祖师介绍，第14代祖师老子王子。清心好修行，陈春来前人成道周年纪念专辑，追随前人的脚步，后学周茂年。道学研究，要修5种令编辑部，易经研究中级班，易经4传班序卦传上天第1卦陈永红，愿忏文解说曾进长。展现佛眼看红尘谢周望，人生哲学，苦海编辑部，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4之3，老子道德经。尊贵章第51，道之深，德畜之，物行之，事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
尝之、遇之、陈之、熟之、养之、复之，生而不有，味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首五章第52。天下有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莫生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继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疑生殃，是谓习常。大道章第53。使我见然有之，行于大道，为师是谓。大道甚夷，而民好洁净，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夫文采，戴利剑，宴饮食，货财有余，是谓道夸，非道也哉。善见章第54。善见者不拔，善报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依此。韩德章第55。韩德之后，比于赤子，毒虫不噬，猛兽不惧，绝鸟不搏，骨若金柔而卧固，谓之牝母之和而追作，今之至也。终日号而不拔，何之至也？知和曰长，知长曰明，一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道贵章第56。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谓天下贵。治国章第57。以政治国，以其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依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其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畏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名自负，我无欲而名自朴，我无情而名自清。查证章第58。其正闷闷，其名纯纯，其正察察，其名缺缺。或悉弗所依，弗悉或所弗。孰知其极？其魔正耶？正复谓奇，善复谓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贵，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长生章第59。至人世天，莫若色，夫为色，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生根故。第长生久视之道。治大国章第60。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利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民，非其神不伤民。圣人亦不伤民，夫为两不相伤，故得交归焉。谓下章第61。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聘，聘常以敬圣母，以敬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奸，畜人；小国不过欲入室人。两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道傲章第62。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美言可以世，尊行可以家人。人之不善，和气之有？故立天子，治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尽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谓天下贵。吴南章第63。谓无畏，事无事，谓无畏，大小多少，抱怨以德，图难于易，谓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其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有难之，故终无难。辅物章第64。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萃易判，其为易散。谓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9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位者败之，知者失之。是以圣人无畏，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己于臣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负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玄德章第65。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事。常知楷事，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江海章第66。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三宝章第67。天下皆谓我道大，四不孝。夫为大，故四不孝。若孝，就以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此义。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就之，以慈卫之。不争章第68。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语，善用人者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故知极。用兵章第69。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形，攘无弊，人无敌，执无兵。或莫大于轻敌，轻敌则己丧无保，故抗兵相加，哀者甚矣。怀玉章第70。无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为无知，是矣。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备贺怀玉。步兵章第71。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为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谓微章第72。民不畏微，则大威至。无暇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为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天网章第73。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矣。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自应，不召而自来，谄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厮杀章第74。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畏其者，吾得直而杀之。孰敢？常有厮杀者杀。夫待厮杀者，是谓待大将浊。夫待大浊者，悉有不伤其手矣。贵生章第75。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味，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为无以生位者，是贤于贵生。柔弱章第76。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坚强居下，柔弱居上。天道章第77。天之道，其有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畏而不恃，攻城而不处，不欲见贤。水德章第78。天下柔弱，莫过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天下莫能行。故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左契章第79。何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知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得思弃，无得思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不喜章第80。小国寡民，
使有时帛之气，而不用；使民众死，而不远弃。虽有舟车，魔所乘之；虽有甲兵，魔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腹，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不羁章第81。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越有，既以与人己越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畏而不争。活佛老师慈训格言：谨言以寡过引节以尊心，审事好以养心耐劳烦以尽职。慎喜怒以平气戒精章以急事，决细悦以敦礼重退让以重和。慎诺然以诚信简耗费以习福。先佛圣训，编辑部。智巧妙玄为良知良能推，慧眼透三界十方彻是非。正实一点贵证明莫盈亏，道开第六度究竟是无畏。无奈尔师尊奉，慈命在智坛中引扣，容在问爱徒们从容。智慧是不求而知不学而能的达德，智慧是透明事物彻底人性的智科，智慧是依理随性合情通义的贯彻，智慧是入火不焚入水不溺的融合，智慧是正道端倪万殊归一的决策，智慧是超越凡俗进入神圣的转折，智慧是破疑生性自觉开悟的当刻，智慧是一点变通举一反三的心得，智慧是有理则进无理则退的取舍，智慧是不惑命运不昧因果的原则，智慧是万灵之首得天独厚的本色，智慧是反映性光先天后天的资格，智慧是识透无常把握真常的功课，智慧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抉择，智慧是圆觉无弊圆通无碍的认可，智慧是挥去七情斩断六欲的切割，智慧是用心至极聪明升华的快乐，智慧是放下我执找到妙法的平和，智慧是念念皆准面面俱到的独特，智慧是正菩萨道六度万行的审核，万古奇缘化开绝后空前，远山里观只一线，千般真去只观玩味无限，净水处注入涌泉，万行天意一度境界视线，云海中浮生碎变，千载难逢直到天色再见，星空外依旧明天，千江有水千江月雅，万里无云万里晴，是大道我身行，逍遥其中日月合成明，来往时道未平，调剂把根留住，雨季万行六度，引词驾返天骄命，师尊老大人白话词训，
徒儿是不是已经知道为师要讲什么主题呢？徒儿真的不知道为师要讲什么主题。大声说，知道什么主题呢？徒儿好像很有智慧呀，还是耍小聪明呢？若有参与就会知道，若不参也知道也，只知其一。为师就先来给徒儿猜一字谜，听好。有2个字你我皆有，生时常用，死后保留，也会反应也会执着，猜2个字叫做什么？为师再重复一遍，徒儿听好呢。有2个字你我皆有，生时常用，死后保留，会有反应会有执着，猜2个字叫做什么？写讯文。又同样是诗灵谈，是感到很厌烦，还是能体会到天然？又同样是谈6度，是听到很乏味，还是能深入到内涵？又同样是问4句，是应到很勉强，还是能找得到答案？又同样是用方法，是做到很被动，还是能领悟到真禅？徒儿啊，为师不是要装作严肃，只是要徒儿能够慎读。为师不是要言语大声，只是要徒儿听得清楚，清楚知道了，道理贯穿了，清楚认到了，道念更坚了，清楚修为了，道心不变了，清楚行道了，道途平安了。多少徒儿半梦半醒，又有几个是真正登堂？多少徒儿忽进忽退，又有几个是真正入世？徒儿一步跨入无门，徒儿一点师徒缘生。什么缘呐？什么缘呐？一大事因缘，是一大事因缘。又什么是一大事因缘呐？一大事因缘者，乃开佛之见，开启众生的佛之见。什么是佛之见？让众生知道心即是佛，人人可成佛。提醒众生心也是魔，念念可成魔。佛魔之见就是那么个一体两面，一眨眼就是，一翻脸就是。所以徒儿啊，为师紧张啊！不断的开班，无非同化；不断的听到，无非净化；不断的批训，无非劝化；不断的戒窍，无非显化呢。戒窍是显，退窍是化，或化存神。徒儿啊，智慧最真。徒儿说，仙佛戒窍真不真啊？班元答，真，再真也得借由天才之身啊。那看看徒儿，天天戒窍，分秒戒窍，徒儿啊，你真不真啊？班元答，真。若会见真主人，再不断认真，相信徒儿这么个真人戒窍呢，就等于是观音菩萨的千百亿化身，就等于是济公活佛的游戏中度生。徒儿都称为师座师尊，对吧？班元答，对。什么是师尊啊？师尊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
以道为师，以德为尊。为师都称徒儿做爱徒，是指爱徒儿吗？知性为爱，知礼为徒。师徒所牵来的情，是一点真性情，所办的事，是一道收圆。是，所以徒儿们呐，切切要与为师携手并肩，再合作无间呐。如何合作呢？能力要与潜力合作，才能发挥出不死的生命力；业力要与愿力合作，才能发掘到不灭的使命感。徒儿可知道，为师最怕徒儿说个不字，不会、不懂、不行、不能、不修、不办了。为师最怕这个不字了。所以想尽办法度徒儿，1度、2度、3度、4度、5度，今天几度啦？班元答6度。不同的角度看出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程度悟出不同的领悟。但是徒儿要记住，迷时师度，接着呢？班元答悟时自度，自己知道了就自度啦，是不是呢？班元答是，自己知道了就自度啦，是不是呢？班元答是。徒儿啊，现在为师要批训啦。在为师批训之前，徒儿知不知道自己该得到什么？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几次班会下来还是不知道？大声点，班元答公。周图呢？又轮到周图上场啦，带师传吧。是传三宝吗？今天传功，又将的啦。好奇吧，兴奋吧。今日师尊不知道如何度徒儿啦，拿到再说。徒儿都拿到了吗？班元答拿到了。今天呐，为师讲什么主题呢？班元答智慧，所谓迷时师度。班元答悟时自度。为师度徒儿已不止一次啦，是不是呢？班元答是。今天呢，为师要看徒儿如何自度啦。听着，借着手上的功，徒儿要怎么度都行，怎么度都行，就是别坐着没事。时间空度。利用手上的功，怎么度都行，听清楚话吗？这就是悟时自度呢。利用手上的功，要怎么度都行，就是别时间空度，坐着没事。徒儿听清楚吗？开始。利用功，怎么度都行，就是别坐着没事，时间空度，这样听清楚吗？清楚就开始，别坐着没事。徒儿啊，自由啦，怎么做都行。点传师过来。徒儿啊，智慧平等，是不是？为师批上半段，徒儿合作批下半段。去，合作批都过去，为师批上半段，徒儿们批下半段。好，一同开始。师尊老大人批训，徒儿自己批，自己写呀。走靠近点，想到就写。为师批上段，
徒儿批下段，是批那，不是抄，就集思广益，合作批训，站靠近点。批那，集思广益，合作批训，徒儿们呐，智慧平等，是不是？是那为师批上半段，徒儿合作批下半段。徒儿有在自度吗？别坐着没事时间空度呢。徒儿时时要知道自度呢。别坐着没事，利用手上的功，想想徒儿如何自度呢？怎么度都行，自由了。怎么度都行，自由了。为师训批好了，徒儿都止住，停住。徒儿继续听为师讲呐。什么是智慧？智慧是不被方法所困，不被法所误，这叫智慧。为师要徒儿想办法自度了，是不是？自由是怎么度都行，是不是？想说把功吃了吗？又不知道是不是真正达到持戒，想说不然来进行精进的功夫，又麻烦，又要找个汤匙，干脆把功摆在头上，来个假装禅定。徒儿啊，功摆在头上，禅定了就没事了吗？禅定了就什么事都不用管了吗？禅定了就为师说要看天空，连头也不转了吗？就顾着头上的苹果，这就叫禅定吗？禅定就在苹果上吗？这就叫死守善道吗？累死也无功啊！之前5度为师都用了法，但这度为师要徒儿用智慧来破法，这样知不知道啊？若徒儿还是听不懂为师在说什么，就只要记好为师赐给徒儿一个功就行了。向点传师们说，过来过来，说是智慧平等，为师批上半段，徒儿们合作批下半段。说到批训，今天一讲智慧，徒儿们就很认真地绞尽脑汁，拼命想了，是不是呢？是不是呢？绞尽脑汁拼命想出来的东西就叫智慧吗？是。绞尽脑汁拼命想出来的东西就叫智慧吗？不是。所谓修道半道，摸不着根的瞎修行，智慧不用拼命想的。徒儿把根留住。那刚刚有没有录音啊？重播一遍。为师批上半段，要徒儿们批下半段，徒儿就绞尽脑汁拼命想了。但是拼命想不叫智慧，也非为师的用意，所谓摸不着根的瞎修行呐。徒儿们呐，把根留住呐。开到这班来，讲了6度法，为师刚刚在给徒儿一颗功，但是不说法，让徒儿自度呢。另一个用意是望徒儿反复重复的复习呢。训文翻出来，从第1则开始念。布施入道，徒儿啊，回天的路不远，就只有6步。那这6步怎么走呢？这6步该怎么走呢？
杨图过来示范一下，从为师身边走6步到前面去，先站好6步，这6步走完了就到泰国去了。到了泰国，为师还是在身边呐。正图来走走看，从为师身边呐走6步出去，先站好，从为师身边呐走6步出去，就这么走了6步出去呐，就到菲律宾了。到了菲律宾呐，为师还是在身边呐。无图来走走看，先从为师身边呐走6步出去，这走了6步呐，就到了越南了。到了越南，为师还在身边呐。中途又来了，一手写了6篇序，就一手写了6篇序，也来走6步看看，从后头。中途那只有6步，走到为师身边来，开始就用6步走到为师身边来。吴为师也出来，煮饭的请出来。徒儿听着，什么是智慧呀？为师批上段，徒儿批下段，是不用绞尽脑汁的呢。若能时时刻刻把根留住，把根记住，那么一挥洒就是智慧了。为师在给徒儿们印可写上一句语记，这一句是给徒儿们智慧的印可呢。语记万行6度。对吴为师前贤说，徒儿们了愿愉快吗？吴为师前贤愉快，到后门去，轮流走6步，到为师身边来。煮饭呢也要有理，这6个班都在后头，但是6度还是要做的。什么是6度？告诉他们，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什么是6度？徒儿啊，告诉他们，班元达、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好，走6步到为师跟前来，一个一个来。师尊老大人此时坐在仙佛椅上，请无为师前贤们从佛堂后方走6步到老师身边，发予一条毛巾，并一一给予鼓励。知道的要告诉，不知道的才不会糊里糊涂呢。说了长篇大论，为师就要徒儿走6步而已，徒儿们答应为师好不好？就走这6步，要记住，就走这6步。徒儿啊，不要忘记，永远要记得与师有约呢。徒儿要记得，与师有约呢，唱给为师听。音乐先开，班元齐唱，当星光渐渐爬上，远游的池帆已靠岸，风平而浪静的星海如镜潭。再回首这殿堂，心中灯更光亮，望尘心又回从前。当记忆渐渐醒觉，悟透了心灯，无生灭，从最初到最后的坚决，尘封心多怨怼，为真心永不悔，为众生付出一切。记得我们有约，约在红尘这段缘，所有的言语道不尽，心中的不舍与挂牵。记得我们在约，约在灵犀的刹那间，让图平安师的愿，永远永远。引词：嫁别爱徒返无极，心意开荒寂。
度了大仙，救我儿子一命。慈守善道，无怨无尤。李凤英。一贯天道讲求的是三曹普渡，上焉者度的是河汉星斗，不消说自然是功同造化，下焉者讲求的是度九州万国，九六元人有此愿力足能济世活人。至于中焉者，能度圣神仙佛，也是了不起的功德。三者都是修天道者的理想，然而像我这么为区区微不足道的坤道姓氏，说起当年事，就像说神话故事，能信不信由你。我曾经度过大仙，婚后继续奉行天道。我的祖籍是山东济宁，但是我于民国13年6月初4诞生于哈尔滨。民国10年11月15日求得道，一年31年11月15日度引我先生孙正阳入道。自从我嫁到孙家以后，当时一般家庭的思想观念都很保守，尤其都不赞同妇女出外抛头露面去参与道务活动。而我是先求道，后结婚，尽管当时有诸多干系与影响，我会尽自己可能予以化解，同时把诗、才诗、无畏诗、凡属3诗都抢着做。久而久之，家中男女老幼也就习以为常，请见都感染到我们天道的影像。我们孙家的谱牒排次是道、德、正、生、修，我先生是正字辈，所以取名孙正阳。我们婚后生了个男孙，取名叫做孙生修，而我当年度的大仙，就是我堂嫂的第3个儿子孙生红。当年东北地区的显化很多，关东的姑三太爷的轶事更是家喻户晓，不知是风水亦或是地气关系，很多孩童婴儿都是求道即成道，不愿留在人间受苦。3岁雅儿突然开口，我堂嫂有3个孩子，老大老二倒是都很平安，唯独3生下已经奔了3岁，仍然是声音暗暗，口不能言。一家人天天在一起相处，于是我试着开导我堂嫂，引导她带了3，趁我堂哥与其老大老二不在家的时候，由我陪同他母子2人到佛堂去求佛保佑，如果事情有变，四其先生与2子回来时直说。事情说来也真悬，当他们母子同时灵坛求完了道，他的3孙生红突然开口说，妈，我要回家。当时我堂嫂是又惊又喜，一面不住地叩头感谢佛菩萨的佑助，回家后更是称道求道的好处，逢人便赞扬一贯道的神佛真灵。翌日高烧药时往校，据料事情隔了1天，也就是他母子2人求道后的翌日，他的3便开始发高烧，我堂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般边求医边求佛，结果是药时往效，佛菩萨也不再显化降福庇佑，拖到第3天就一命归天了。
人的舌头天生是软的，所以讲起话也会随看自己的心情好恶而变，前天他上。且感谢我劝他拜佛的好处，如今孩子升天了，马上调转舌风把我骂得个狗血喷头，说我是个害人精。白石大仙临场说明，世事也真多变，没有超过7天，他的三灵坛自称是白石大仙，因为前世偶遇孽类，今生到人间来，报来了。首先第一先谢我这个婶娘，然后拜求其生身父母要谅解我李凤英。换句话说，他白石大仙的根基后，我们孙家福作生，所以白大仙在人间才多留了3天，否则3天前求了到他就要归天。多亏白石大仙灵坛说明其因缘果报，我堂哥堂嫂才恍然大悟，否则我不花钱而度了大仙。据说现在度大仙要花一大批钱，势必会抱憾终身。从另外一方而来说，或许正因为我度了大仙积下阴质，从而保住了我的长子一命。芦荟结束开荒立院，这2件事谈起来都数过去，但是我抚今思习，总觉得冥冥中果报昭然，丝毫不爽。民国35年，圣考兵前人莅临哈尔滨，当时我们哈市甘葵坛的主持人是任少珍典传师。当时我长子孙生刚甫满1岁，由于集贤盛会开班，宝典师知道我需要照顾孩子，所以特意嘱咐我可以不参加芦会。可是集贤盛会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焉肯轻易放过，为此迟文换典传师破格允我把孩子请娘家二嫂帮忙照顾，而我依然得以参加集贤盛会。芦会结束时，赵旭考第1名，舍妹李凤兰考第10名。在集贤盛会上，大家到场立愿，舍妹原本就是清修，因而我们姐妹2人共同发愿开荒马来西亚。因为同谭兆旭他有亲戚在马来经商，当时哈是同修者，尚有德化方面的吴敬宇，而我的外号孙木二，可说是哈市第1位女性立院，只身出外开荒办道的坤信。因为舍妹李凤兰自我结婚后便跟随着我们姐妹俩可说是一体同心，并做一个人来算。我们的开荒愿力是立了，可是当时民国36年的时局并不好，而原定坤道领队赵旭，因为他的母亲年迈多病需要照顾，所以一时上无法启程出发，因此哈尔滨方面只好由甘道开荒者先行动身，而我们坤道的行期只好顺延下去。长子重病奇迹救国，当甘班人马出发前2天，我的长子突然得了重病，体温烧得高达41度，当时市局坏，医药都不理想，我先生又忙着坛上的事情，同时又要赶办出发的准备，个
相公坐，此时此刻我方寸已乱，只有眼睁睁看看奄奄一息可怜的孩子束手无策。忽然间，我先生匆匆回来了，刚一进门便说：“快检查看看孩子的屁股，老师。”林谭说他把孩子给打回来了。我急忙检视之下，果不其然，孩子屁股左边赫然多了一片巴掌大的青痕迹。我脱口喊出：“感谢老慈悲，把孩又还给了我们孙家。”这是神话，亦或是偶然的巧合？在我的内心里只有坚信，不，这不是神话，也不是巧合，这是我们所修的天道，非比寻常。今生今世，我只有一命交天，为天道而牺牲生命，在所不惜。因为我亲眼目睹看到了真正的神。山洪爆发，露天未速，火车的行程系经白城子、四平、沈阳、北京，然后再转车赴天津新义总坛的。不料到达白城子，想系因引马川左进白屯，时辰而得名的时候，因为盛夏多雨，上游山洪爆发，冲断了铁路的桥梁，山崩路阻，火车停住下来，我们只好下火车改乘驴骡，继续向前。东北是各大平原，沿途四望无际，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有钱也买不到吃的食物。我们一行只有露天未宿，以食坐枕，席地而眠，饿的时候嚼草根，啃树皮，有人携带豆饼，已算是精美食物了。一路小行夜宿，一直走到8月14，才挨到了沈阳。沈阳当时尚有飞机，几经奔走交涉，终于买到了飞机票，当即搭乘往北京的飞机，直飞久负盛名的文化古都。我们在北京停宿一夕，翌日8月15，于是就在北京过了个仲秋。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望皓月，却是月圆人未圆，突然平添无限感慨。8月16日抵达天津，人人脸上浮现着紧张与喜悦，驱车进赴河北大街新义总坛。借指算来，我们陆空联运，历时已2月。气至11月冬至前后，天津局势已呈剑拔弩张，战火一触即发。张武成与邱鸿儒2位前人当众预示，不必再等赵旭，大家急速启程。当时海运船期已乱，开赴上海的船只剩下大概系中兴轮最后一班。赵松年先生托了好大人情，终于替我们买好了船票。陈新桥先生替我背着孩子，越众抢前，把我们连推带拥送上了船。为此，陈先生挨了维持秩序的警察一记耳光，连门牙都被打掉了。于今思及，实愧负陈新桥为我母子所做的牺牲，而今到场中像陈新桥先生这样古道热肠的人，究竟又有几位呢？船开往上海途中，因为底装载大量棉花，忽然起火，浓烟扑鼻，岌岌可危。幸而上天垂怜，
大火及时扑灭，大家虚惊一场，余悸久久未已。到了上海，住进中南饭店，与往西安去的于凤山、李金玲等一行18人会合一处，大家互道途中经历，彼此情况差异，其苦则一。住了2宿，动身离沪，于凤山一行远赴西安，我们到台湾去的搭乘太平轮进放基隆。3期末报有水果风。太平轮航离上海的第2天的晚上，途中呼吁空前暴风为保持船身重心平稳，船长下令放道围墙，任令船在海上飘航，乘客经不起这只大摇篮的摆动，很多人都晕浪呕吐不止。我们买的是船员卖出来的黄牛船票，这么连飘数日受尽活罪，能否值回票价，谁也计较不得了。打从我们离开哈尔滨开始，路经白城子的时候遭遇水困，从天津到上海的航程中遇上了火灾，而今自上海航经台湾的海上又遭逢强烈飓风，3期末报有水、火、风3大劫难，我们这批开荒者倒是捷足先的，事先都碰上了。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今我等皆双法活婆，对什么所谓的后福，还能再存什么妄想吗？平安是福，上天对我们已经够慈悲了。船到达基隆港，已经是37年的冬至前后光景，孙正阳赶到基隆来接我们。当天晚上夜车进赴台南。据所闻报道，太平轮自台返沪，再次自上海航经台湾的途中沈船了。据说卢鸿宾即曾搭乘该班太平轮，船程时遇深海中而获救。我们一行漂海来台时，虽然饱餐漂泊苦头，比起沈船投海滋味，也真不幸中的大幸了。自从与我先生会合一处到达了台南，新义道悟出奇草创活动，我同舍妹李凤兰皆曾参与，开道办道，尤其何不后人，记得当年道运困厄，危机四伏，何宗好前人离台回大陆前曾告以常在井边转，总有掉下井的一天。我当时答称，既来之则安之，决定留在台湾不走。岁月匆匆，道心从未稍退，弃至民国63年，眼见新艺人才辈出，深感自己的确赶不上时代，于是忆及当年出来开荒时，圣考兵前人临行前赠言道：能办则办，如不能办时，可以学老师。于是取然警决定假于勇，倾全力转向专办社会福利事业，乃拼凑变卖婆婆送我的手，是作为基金，创办了一贯道第一家的基金崇德基金会。全部精神投注到孤儿寡老以及家境清寒的学生身上，弃至民国78年，因家道力尽，基金会再也办不下去了，只有收拾起来，让年轻一代的杰出人士接办，自己仍不甘心，一个人到各公私立医院去送公文病历当义工，继续奋斗。
我只有一句话，死守善道，无怨无尤。李氏常家言，健全修道心，淡化凡情事。王坤德。俗话说，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对于红尘苦海的名利、权势、情爱等种种虚幻不实，应当有如是达观豁然的智慧关照。而对于修办道的圣业，个人则抱持着做得来的是圣业，未完成的是因缘的理念以自勉。在一贯道史的浩瀚洪流中，我们后学者实在犹如沧海一粟之渺小，对于诸圣先贤、师尊师母无畏牺牲、披荆斩棘、开荒度化的勇气精神而言，更有诸位老前人们慈悲喜舍普度群生，牺牲奉献肉身顶节，无畏无私薪火程序，使前后不令断绝，造就不朽圣业的伟大精神，否则不会有今日遍及全球70多个国家的一贯道道场。在科技昌明、人心贪婪而世衰道为劫难平人的末世里，挽狂澜于既道，化腐朽为神奇，非人之所能为也，是天也，是命也。亚圣孟子就曾说过，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把不可能而变为可能，无法达成的而竟能达成，这一切都是天命使然。我们要做的实在太多，而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少了。感谢天恩师德前人辈们，给后学我了愿消业的机会。6年多来，不敢说成就了什么，却成长了不少。年纪已至茂龄的老者说成长，似乎有点自我年轻化的感觉，然而这段时间确实是学习到了耕耘思路，学习到了排难承担，学习到了视野扩展，其中学习到的实在太多，增益了太多习所不能，岂是一时文言所可道尽。感恩的心一直在心中晕润，虽然才能有限，然承载太多前辈们的厚爱与期望，也不能不消衣干食，努力以赴。或许其间跌跌撞撞，那也是一种学习，得到了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正如孟子也说过的，君子创业垂统，未可计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创业维艰，道统传承，就是要后代的人能善计善术，至于成功与否，那就要听天命了。努力不一定有如愿的成果，做得来的不一定能完成，但重要的是过程。继承了前人的志业，我们努力过，我们尽了心力，相信就没有白走一遭，没有愧对上天、诸圣先贤、师恩母德前人们，也不会留下遗憾。尚未完成的与做不来的，除了才能不足，或许努力不够外，可能也代表着因缘时节的尚未成熟。例如，弘道现代化方兴未艾，一贯学院尚属筹设阶段，参与社会教化慈善公益的义举，为臻完美，
道场万国九州的理想使命尚未实现等等，难免令人有普渡尚需努力。同修仍需团结，就期待由后继者来接续完成它吧。当然更需要全体一贯道同修合得同心竭力协助，才能早日顺利完成。千万云云白杨修道士，于未来成就收圆3648的圣贤，若非真于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境遇，岂能数列其中？岂能位极九品？岂能入反无极门墙？仅以2点，浅见与全体同修共勉。一、重视生命权限的内在修持。白杨应运仙的而后修的殊胜中，最忌缺乏生命权限的修持功夫，则心灵僵硬，处于空洞虚浮不踏实之境。因此，每位一贯道修道士，皆应用心致力建行内圣字。我关照世事反求诸己的修持功夫，以至内化为自身全服生命，以达不动心之地，方能防避一波波物欲邪魔外诱于未来，加强坚定志节。二、加强道元机密的外王教化。普渡有缘，就拯救6缘人，以实现弥勒净土家园、世界大同的理想使命是被极艰辛的凡夫圣儿视为不可能的任务。因此，白杨有志之士应常时熏修。熏修成就地滋养慈悲喜舍的人心，以致畅乎四肢孔窍，配于浩然意气，勇于付出，方能无畏一层层击毁棒节外考遭遇。至今适逢中华民国一贯道合法化20周年，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感谢政府、各宗教、社会各界的爱护协助，感恩各祖宪道场、各分支会、全体理监事的全力配合，使得一贯道道务能持续成长，并受到重视与瞩目，总会会务能顺畅的运作推行。希望全体同修能延续这种不分彼此、团结一致的精神与力量，继续配合、护持，共同许下美好的道场未来。相信在总会一片新的气象、新的作为、新的契机之下，必能大展宏图，呈现一番新的面貌，将一贯道推向更高的境界与更新的里程，可久可远。承蒙这些年来的护持总会会务，仅此感恩之外，至诚衷心敬祝大家圣凡如意，身心安泰，会务道务更宏展。活佛老师慈训忍，忍为处世宝，亦是治世方。真忍非懦弱，行持化刚强。烦恼由此断，万法应性亡。若得忍真传，清净永安详。古圣经文心性修，一贯参天化九州。张培成。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前人，点传师，道亲。感谢各位参与这次由马来西亚一贯道总会所主办之万人读经大会考与一贯道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给予支持与协助。本人除了表达欢迎之意，更感激
各位的热情参加与赞助。从20世纪跨越面1世纪，一贯道对于推动道德文化的实践与提升人文关怀的素养，最大的贡献莫过于读经运动的全面推广，使得儒家修齐治平的大同理想，透过读经而展现新生命、新希望。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则象征着我们对真理的追求，不是封闭的、自圆其说的，而是更开放、以学术研究的客观视野，与世界接轨，迈向全球化的国际观。一贯道对于修道的理念，乃以儒家之修己成人、博施济众为主轴，因此一贯道的修持，不仅重视个人修持，更重视如何将道的精神传播万国九州。这样的信念，实乃大学所说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具体实践，落实于人世，即是化娑婆世界为莲花邦。而一贯道推动读经，即是希望道亲们借由阅读、背诵圣人经典，体会圣人之心，将道的精神体现落实于生活之中。生活即道，道即生活。读经可以改变人生，读经可以创造生命契机。一贯道的道亲们即是最好的例证。一贯道对于读经的推动，不仅仅只是儿童读经班的普及化，更希望推广至人人读经。只要是一贯道的道亲，每个人都会积极的阅读、背诵圣人经典。因此，在一贯道场内，从牙牙学语的幼儿至90多岁的老菩萨，每个人都生活在阅读经典、背诵经典的生活情境之中。这样的生活模式，实可为开启大同世界的典范。每年由世界各地的一贯道总会举办年度一贯道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将一贯道研究推向世界宗教研究的范畴，更是让全世界的芸芸众生感受、了解师尊师母之德，让道传万国九州的理念，随着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更趋稳固，让一贯道救度众生的理念，随着学术研究而传播世界各地。今日，读经运动已推广至全球的华人世界，海内外学术界也开始注意一贯道的研究主题，这些都证明了一贯道的时代意义，更为日后大道普传世界做关键性的准备。让我们一起努力，迎接一贯道时代的来临。最后，敬祝与会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会圆满成功。贺一贯道马来西亚万人读经大会考暨一贯道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古圣经文心性修马来评鉴万人欧，至诚不习功圆满一贯参天化九州，至理浑圆万象含真空妙有共探参。经文落指为敦化一贯玄通斗指南。李大仙慈训格言：真知真行的真果，真智真慧的圣果，知此达比离娑婆，无忧无虑返天国。历代祖师介绍15。望子
第14代祖师老子。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历乡曲人里人，姓李名耳，字丹，一说，字伯阳，州藏书室的管理人员。老子讲修道德，他的学说以自隐无名为主。9. 驻周国，看到周国衰微下去，于是离去，经过函谷关，关令尹喜说：“你将要隐居起来了，请尽力为我著书吧。”于是老子就著述《道德经》上下2篇，谈论道与德之意5000多字，然后离去，也就不知他终老于何处。也有人说，有一个叫做老来子的，也是楚国人，著书15篇，谈论道德的体用，跟孔子同一时代的。老子大概活了160多岁，也有人说活了200多岁，因为他能讲修道德，所以可以保有长寿。老庄生韩列传司马迁说，春秋周襄王之时，与宋人大战于洪，一战而胜，从此国势强盛，邻邦侧目。可是祸福无常，在5、6年之后，与晋国交恶，一战于城濮，交绥不利，折将损兵，弄得一败涂地，已是元气大伤。再战于尧，又是杀得大败亏输，死伤遍野。虽经楚成王悉心整理，究竟因死亡过多。民间有女多男少之叹，一时要重振国威，却不亦如愿。那时有一个人名唤李无果，他是楚国苦县历乡曲人里人士，少年有勇，力敌100人，故投在子玉军中，当一名骑卒，与晋人城濮一役，李无果也攻与其战，不料楚军被先整出奇制胜，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子玉终不免自杀。这位骑卒李无果也不幸被敌人的乱箭射断胫骨，成了残废之人。折足之人自然不能再在军中服务，只得领了恩饷回到曲人里老家去度日。他那时年已36岁，家中已早有了妻子，另外没有他人。他的妻子尹氏，名叫益寿，是同乡商人之女，与无果同年，相貌虽算不得十分美丽，但秉性温柔淑顺，操持家政，有条不紊，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故乡里间颇着贤德的名声。她自25岁那年嫁与无果之后，不到1年功夫，无果便应募从容，离开故乡，只抛撇他独个儿在家里。新婚远别本来是人间最凄切的事情，这位尹益寿自然也不免有些伤感，可是一转念到丈夫将来的前程，非但释然，并且欢慰起来，故安心独个儿守在家中，保之度日，自奉极简，颇有盈余。10年之间，凭食指之力，居然成为小康之家了。5. 果回家之日，夫妇久别重逢，端地是悲喜交集。无果见家政错置得井井有条，自是欢喜。但2人都将近中年，膝下还未有一男半女，
未免有一点缺憾，转眼一过。40依然杳无喜信，心中就有些不悦。在那时的民风是最迷信于神权的，他们夫妇2人自然也未能免俗，就往导于阳山之神，求赐子嗣，这本是民间的习俗，辽尽人事。至于灵印呢，10个之中不过1、2罢了。好的大家迷信心重，如其祈祷有了灵印，就归功于神明；若是没有灵印，只说是自己命中注定，神明也无能为力，绝不说神明无灵的。可是李无果夫妇在阳山祈祷之后，居然力见灵印，在商朝第18王杨甲4位的第7年，有一夜宿山中，忽然的一异兆，梦见独自夜行，星月皎洁，夜凉如水。虽在原野，那一派光明的景象，煞是令人可爱。他不觉流连景物，忘了自身的所在，正自看得出神，忽见东极那边有一道特异的白光向西射来，连眼都要的花了。在凝神定睛一看，却是一颗斗大的明星向西移动，顷刻之间已在自己顶门之上。他生怕大星下堕，急忙奔避时，只听得霹雳一声，那大星竟然落下，不偏不倚，正压在自己身上。这一来可将他吓醒了。醒来始知是一场大梦。从此以后，腹中就觉得发生变化，竟怀起孕来了。怀孕本是妇人家的常事，没有什么稀罕，可是这妇人的怀孕却与众不同，出人意外。常人的怀孕至多1年以外就得生产，但她自从怀孕之后，1年不产，2年不产，直过了10来年，依旧不产。如此1年1年的过去，腹部虽蓬亨如虎，却终没有生产的消息。幸而这妇人寿命较长，能一直牵延下去，要不然胎儿未下，孕妇先亡了。自杨甲之事，直到武丁之事，足足的怀了81年。那1日，妇人正坐在一株李树下面休息，忽听得腹中有人说话道：“母亲呀，孩儿今天却要出来了，请你用锋利的石门剖开左腹，我就可出来与你相见。母亲呀，你尽管放心，依我行事，保管你毫无痛苦。”妇人很觉奇怪，实在因怀胎过久，累得够了。既然腹中人如此说法，孤望一试，便觅到了一块锋利的石片，将左腹剖开，果然不感到十分痛苦。剖到分际，只听得虚然一声，攒出一个人来，迎风而长。仔细一看，却是一个白发银头的老子。他指着李树说道：“这就是我的姓氏呢。”其实妇人知父已何，于是替他起个名字叫李。因怀孕到老而生，故又名老子。老子降生之后，就好道学，从红军老祖学道，大丹诚实，即为上品金仙。
身居兜率宫中，道法变化无穷，33天，统归节。至天兵神将，悉听号令，做道教无上之尊。另一段神话，隐士异兽有了身孕，渐渐的大腹膨哼起来了。夫妇二人的喜悦自不消说。不料到了足足10月时，还不见灵盆，一天一天的过去，兀自不见动静，不觉有些疑虑起来，直到16个月以后，有一天清晨，隐士使向无果说道：“我夜间梦兮，方有一颗大星落在怀中，如今隐隐觉得腹痛，这莫要分娩了吧？”无果听说梦兆，情知这胎儿一定大有来历，欢喜过望，于是便预备一切，到了4、5之交，隐士果然生下一个男孩。此儿广额隆准，两耳垂肩，五官一人，蹄声洪亮，一望而知是个禀赋过长的人物。只是更有一件令人惊异之处，此儿的毛发却完全雪白，根如银丝一般，白得光亮异常，没有一根杂色，就是好手老夫也及不上他的纯洁。非但头发白，就是2道眉毛以及全身的汗毛，也一般都是色白的。无果夫妇何尝见过如此异香的婴儿，不免有些惊异，但被迷信的心理束缚，都认为是感受太白之精因而生，故出胎即好手礼。其实这种天生白发的人，在今日社会上也往往可以见到，世俗对于这种天生白发的人，那以为是阳公忌日物行房事，以致怀孕所生子女就有这种特别的征兆，一说是在阳公忌日产下的婴孩，就会有此情形。这些都是无稽的传说，实际上讲，不过生理上的变态，没有什么怪异的。李无果因为此儿耳有3漏，故替他取名为李耳，又因他生而脚手无异养了一个老头子，就系呼为老子。孔子是周时，涉万里路途，问礼于柱下之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欲古皆以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类而行。吾闻之，良甲生脏若虚，君子甚得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异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无知其能飞，鱼无知其能游，兽无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往，游者可以为轮，飞者可以为增至。鱼龙无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游龙耶？老子为发扬道宗，东渡孔子，却礼传游龙之叹。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物，不求闻达。久居周庭，见周之衰微，便辞关西行。当他骑着青牛要过函谷关时，关令引起，突见一片紫气彩霞之瑞腾空，知有一人进关卡。
老子至官。官令尹喜曰：子将引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着道德经5000言，以明其道，而后便出关西去，莫知其所终。孔子于51岁时特别不远千里由鲁父周王室前去拜师访道，这便是有名的历史公案孔子问礼于老聃的一段因缘。问礼即求礼，礼即道。闻道后豁然开悟，回到鲁国便当着学生面前比出大拇指，为这位旷世大名师赞叹道：鸟，我知道它会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善走的可以用网抓，能游的可以用轮捕，会飞的可以用箭射。至于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它可以乘着风云直上九霄。我所拜见的名师老子，是一条游龙，见首不见尾呢。这次的游龙之叹，便是《论语》一书中50而知天命的一番阐述，亦也是朝闻道细思可议的一番喜悦。老子为道教之始祖，其实道教渊源于原始，由原始而化三清，三清乃是三位一体，表无极、太极、黄极，以三极而立极，即传原始之大道，故无极一动而生，太极二仪三才而化万千，此谓之一理散万殊，由先天而化后天也。人类即为无极元灵，由天地正气而生，其他动植非前，为天地偏气所化，故人谓万物之灵。得三才之正气，且人生具阴阳二，谓一小天地。若能以正气运用，则能合天地，阻元玄，超出太极而归无极。道教玄为由道德经5000言而发挥至极，但言多必失，多言不如无言，故以清净无畏力道修身。然真道非在远处，函谷关中其青牛，道妙玄为只在目中，目为灵魂之窗，日月对照，水火既济，造化阴阳。于妙玄，则关窍无欲，道场宏开矣。道教以清净守神，神灵自在，则是真人也。道不必远求，只在眼前，紫竹林中观自在。清心好修行，追随前人的脚步，后学周茂年，修办道理念正确，后学跟成前人一起修办道的经验中值得一提的就是修办道理念正确。上天慈悲，我们全家人在中营冯坛主的佛堂求道，成前人正是后学一家人的点传师。记得求道那晚，前人一共点了30几个人，佛堂很小，都跪到屋外去了。深深感受到能求道真的是要有根基，有佛缘，也有祖德。那时我们还在六甲单位陈代前人的领导下，到了民国56年、57年，麻豆单位和六甲单位正式分开，麻豆地区的道务归麻豆单位，六甲地区的道务归六甲单位，中营、下营才正式归属我们麻豆陈春来前人领导。
那时道亲不多，陈前人就像后学的大哥或父亲一样，有什么事情就交代后学去做，只要是陈前人交代的事，后学从不敢说不。比如说，那时后学常常要忙农务，有时割稻子、采番薯、地瓜，回来很晚了，还没洗澡吃饭，就要赶着和前人一起去办道。陈前人那时骑了一辆机车，他总是很早就来等后学，要载后学去办道，不管是下营或是去哪个地方，后学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一起跟前人去办道。陈前人自从得道以后，修办道的理念就一直很正确，因为他不贪不求。即使在前人刚领命不久，没有什么修办道的经验，但是因为他的理念很正确，十分坚持，道真、理真、天命真，所以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自然都有智慧，都有办法去突破。所以印象中陈前人给后学最重要的教诲就是修办道理念正确，好学不倦，谦恭稳重。陈前人真的很好学，他原本不会写字，写字总是一画一画的合不起来，但是自从求道以后，他下了很多苦心，从自己的名字陈春来3个字学起，不断的练习。在民国57年领前人的命后，前人要各位点传师和人才读学雍浅严心注，自己读到不懂的地方还会去查字典。后来他在义和盛堂讲道理时，可以写满好几张黑板的字都不用看稿。为什么前人会懂得那么多字？除了是锲而不舍的练字之外，他的记忆力也很好。比如说今天要点到有20几个求道人的名字，只要念一次给他听，他就能够复诵，不会漏掉。陈前人在御史山时，每天早上3点多，甚至有时2点多就起床，趁还没现早厢前，在卧室里读书，黑板上全是他写的字。他80几岁时还在背经典，所以他好学不厌，诲人不倦，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然后5点献早香，献完早香就陪和老前人喝茶、散步。散步时，前人总是让老前人走在前面，不敢逾越，严守尊师重道之本分。因为陈前人的谦虚包容、老实稳重，老前人非常信任前人，所以前人帮老前人处理了很多事。当时新义有31个单位，前人都能代替老前人很有礼貌的接待，不因谁的资历高低而有不同。所以前人在御史山也得到了各单位前人的肯定，为道牺牲生命也甘愿。民国56年，香港无老前人来台湾游玩，那时后学载和老前人、吴老前人、陈前人、魏小姐和高小姐环岛1周。在途中喝茶休息时，和老前人关心起
麻豆单位的连续2场大考，一场是李经理的3才班，被抓了80几人，另一场是下营的省坛主，开班时被抓了50几人。后学向何老前人报告说，违警罚法，除了科处罚金以外，不会移送法院，请老前人放心。何老前人感叹说，师尊、师母时代在大陆就想申请合法，但是政府不通过。台湾的老前辈们也都想申请合法，使一贯道的弟子们可以抬头挺胸，立足于社会，免受污蔑为邪教。假使一贯道能合法，要我们牺牲生命，我们也甘愿。这是后学亲耳听何老前人说的。后来一贯道要合法化，后学和前人都有去何老前人那里参加理事会的开会。有一次老前人叫陈前人去，想知道前人对于合法化的看法。前人很尊重老前人，他说，老前人你愿意合法化，我们就愿意；你不愿意，我们就不愿意。老前人说，你不要问我愿不愿意，你自己愿不愿意。前人和后学商量，觉得老前人有意愿要参加合法化，可是当时同修们意见分歧，不知如何决定。老前人就说，我都不怕死了，我的身份证、印章和我的履历都写出去了，那你们还怕什么？陈前人这么有勇气，决定要参加合法化，也带动大家参加合法化的意愿。那时中视90分钟来中银元昌针织厂及家庭采访，就是因为陈前人的勇气和智慧。后来何老前人归空后，很多前都不知何去何从。那时候，学请示陈前人说，前人，我们要跟谁修呢？陈前人说，我们谁都不跟。虽然老前人归空了，我们还是追随着老前人的脚步前进，忠心不二。后学友说，那以后我们可能会受到很多批评。陈前人说，没关系，只要我们站得正，坚持我们立场，不用烦恼太多。因此我们今天会参加合法化，一方面因为陈前人了解何老前人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身为后学的我们理当义不容辞，栽培后学造就道亲。新建一和圣堂是陈前人修办道的目标和愿望。很早以前，我们就想买块的来建立麻豆单位的道务中心。我们曾经到乌山头水库的附近找的，又到仙公庙看头山、李阿元，一直找到深山里。后来又找到白河水库的附近，那里有块8甲多的地，环境很优美，要卖2000多万，本来已经准备要买下来了，但是它没有任何出路，只有一条通往水库的路，水库门口又有一个派出所。当时一贯道堂为合法化，后学向陈前人请示，不要买这块的，因为在这里面
感觉就好像在一个布袋里，如果政府要取缔我们，只要封住路口，我们就无路可逃了，于是我们就放弃，不买这块地。后来后学拜托关田公所的冯科长梁明先生帮忙找的，那时我们曾考虑6甲的阿古山，他说阿古山不行，那是6甲乡公所的公园用地，所以后来没办法，只好一直等到因缘成熟，上天慈悲，我们才买到神元山这块地。陈前人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真正合法的地方来建立圣堂，所以说这是前人的眼光和智慧。我们买神元山这块的时候，陈前人对何老前人敬忠敬义，他坚持要待在玉石山，有时开班才会回来。到了要新建一和圣堂，蓝图画出来时，后学去向陈前人请示。陈前人认为当年元昌要给何老前人过生日要做的建设，陈前人都要。后学开车载他到台北、高雄及各地，已经参观拜访过很多大间的百货公司、大楼了。所以陈前人很慈悲地说，后学的经验和看法已经很多了。他向后学说，人多，意见就多，你的经验也很丰富了，就全交给你负责。前人不表示意见，因为他认为如果表示意见，大家的意见难免会有不同，所以要后学和各位点传师去沟通规划一和圣堂，大家同心协力去完成就可以了。这是前人对后学的教导和栽培。陈前人曾从事建筑工程，是个内行人，在圣堂兴建的过程中，对于建筑的重点、安全的措施，都跟曾经万先生做明白的交代，因此不论是圣堂的板模或鹰架都做得很安全。所以一和圣堂的兴建过程很平安，很顺遂，实在是因为陈前人的指导，还有曾先生适当的考量，与天恩师德暗中加倍。在圣堂落成后，陈前人也觉得非常满意，他谦虚地说，还是要让你们年轻人来做，如果是我来做，就会随便钉板模，随便搭鹰架。可见陈前人在建筑上非常有独特的见解，另一方面他非常慈悲，愿意给后学发挥的空间，以退为进圆满道场。在修道上，陈前人是个很严谨的长者，他总是规规矩矩，值得我们效法。前人严谨的方面很多，包括说话、衣食住行上，他都很严谨地要求自己。可是他又很慈悲，常低声下气，不会怀着前人的姿态来对待别人。他常谦虚地说，我没读过书，也不认识字，所以大家都胜过我，大家自修自得，修得好就可以了。这就是他为人处事的一种圆满。前人对同修和后学们一直都是谆教诲，比如他要讲我的过失，前人不会只
明道性的责备我，而是举别人的例子说某某某是怎么样，要让我自己去体会，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这就是他慈悲的地方。但是有时有人会觉得被前人误会，觉得很奇怪，我没做错事，为什么前人会说我？后学就澄清说，其实前人不是在说你，而是在说别人。前人一生为道牺牲，对道始终坚持，无怨无悔，因此几十年来，不论任何苦难考验，他都能以智慧透彻磨难背后的实意，安住己心与道场，平稳地度过层层的磨难。他时常跟后学说，要以退为进，人生就会很快乐。人会痛苦就是因为要争什么，不争就会快乐。几十年来，前人从不后悔，尽本分地把所有义和盛唐的后学带领好，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落实礼节修办踏实，陈前人一直希望道亲在修办道上，心性涵养能再提升，还有礼节方面能再加强。因为修办道的基础就是从礼开始，修办道中所有的礼节和礼仪都要学，都要教。修道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遇到前贤或同修不会问好，不会打招呼，这都是应该要教育的地方。陈前人一直希望我们可以从礼节开始学起，甚至从孝道来教育，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根本。前人已经成道了，后学诚惶诚恐，承蒙所有点传师不弃，希望后学跟大家一起学习。后学亦和前人一样，希望所有的同修能从礼节落实，因为修道不能离开礼节，要从礼节开始做起。还有大家道学上要提升，虽然现在大家都有学识，把道讲得很好，当然这是大家的荣幸，但是更希望大家不是只有道讲得很好，修道也要修得很好，真的落实讲道做到。这是后学对未来的期盼，包括后学在内，每个同修都能真的落实学、修、办、行，不要只讲不做，讲给别人听，自己却不行。大家脚踏实的、实实在在的学、修、办、行。还有台湾的道场要顾好，希望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镇都有道场，这也是后学对未来的希望。也希望道可以传遍每一个国家，让我们更多的人才能够了愿，能把道务推得更广。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成就，是完成上天老以及我们老祖师、师尊、师母所赋予的天命，这是我们白羊弟子的责任和使命。道学研究要修5种命。编辑部85年岁次丙子新春愿陈前人慈悲。1. 前言：修命者有生命、宿命、性命、时命、天命。修命者善尽其责，不怨天，不尤人，乐天之命。
亦则了命也。自古以来，对于修命者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如修性了命、修性炼命等，而一般所说的运周天转法轮叫做修命。其实这些事情没有离开生命范围，这和修性了命没有多大的关系，不过对身体有帮助，使身体较健康而已。命有5种：一生命，2宿命，3性命，4时命，5天命。2生命。生命是身体的健康，心脏的强弱，生命是身体的活命。性命是本性的命。性命和生命不一样，人出生以后，因为有一种宣气，有宣气的受数叫做生命，有宣气的呼吸，这个东西叫做生命。生的命就是活的命，当然人一生下来就有形体，有的生下来身体较健康，有的较不健康，有的心脏较强，有的心脏较弱，这种东西属于生命，身体的命。我们修道对此也要加以保养，因为这个命算是从父母那里生出来的，另一方面附在我们过去世的一种业，所以才有一个身体。有此身体，那是难能可贵的，尤其现在要得到人生很困难，神要来这个世间出生没有那么容易，鬼要来这个世间出生也没有那么容易。修道要有涵养，多做功德才能得润生，不要等到失去人生万劫不复，才知痛苦。须知3000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中能得到人生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虽然说人生实在很短暂，但却有所可贵。做圣人仙佛也在此中而成，变成妖魔鬼怪也在此人生，或者是在得人生接受轮回也在此人生。所以圣人仙佛皆降生在此世间，来完成这些使命，妖魔鬼怪也出生在这世上，来做妖魔鬼怪的工作。生命不只是人活在这人间有宣气之时叫做生命，天堂的神也有天堂的神的生命，一切飞禽走兽皆有生命，但只有我们人生命是非常的尊贵。3宿命。宿命是人的命运，又叫做业命。有的人一生不富有不行，不富有来算钱，不算钱来使头痛不行，结果只得来世神经衰弱症。人的命虽然有好坏，但为什么圣人叫我们要乐天之命？因为出生命就已经这样了，极难更改，而且也不是富有才能成道，贫穷就不能成道，没有这一种道理。所以宿命这一件事情，我们要不怨天，不由人而乐天之命。什么东西宝贵，什么事情使你快乐，只有真理宝贵，真理能使人心里快乐。如果心里不快乐，吃好的东西也不快乐，穿美的衣服也不快乐。快乐与不快乐和物质没有多大的关系。当然啦，
在还没有得到干扰的时候认为这样才是快乐，但是等到得到了，就会认为很讨厌，不然悉达多太子为何愿意放弃江山而去修行呢？以前的有钱人大富贵人家，放弃这些东西去修行的太多了。假如这些东西能使他快乐，他何必抛弃这些东西去修行呢？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因为人迷惑的关系，宿命每一个人皆有，这是前世的事情，前世的事情无法挽回，过去就过去，不用再拿来论。不过以现在的立场去了解它就可以了，这是对宿命的态度，也唯有这样才能了命。如果你起不好的心，不接受你应该要接受的业命，这样你的命一定不能了你前世种苦根，这是去受苦根就好了，苦根消完就没有了，不接受是不能了命的。4. 性命与使命。使命者，每一个人来这世上皆有其使命在，尤其是修道人，没有修道的人没有什么使命，以修道的人使命叫做愿。因为佛菩萨是有一个愿才来这世上出生，他们不是为业而来，就像观世音菩萨有了要普度众生的愿，完成上天的使命而来这世间出生，师尊师母也是一样，这中间不能说他命的好坏，为了要完成上天所赋的使命，说不定来这世上杀人的也有，魔王来这世上扰乱的也有，这叫做使命。当然凡人没有什么使命，但是诸位有使命，得到以后立愿叫做使命的，到以后诚心保守，实心忏悔，所以我们得到以后要度人，这是我们得到的人的使命，要去开荒，这也是修道人的使命。得到以后就有愿，但是这个愿不是现在得到修道才有。以前的佛祖，他们修道行道之时就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度人开荒，又为何我们要度人开荒，外国人就不用呢？谁叫你先求道，你先求道不去度人救人，那有谁要去度呢？谁救呢？不然你慢求道也是先求道的人来度你，真理是你知道以后，你就要承担，这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如果你不明白真理，不明理，那么上天不叫你做，这叫做先知觉后知，先觉后觉，这是应该的事情，是义务，没有什么理由可讲，也没有所谓的功德，没功德本来就应该做的。因为我们大家比别人先求道，先明理，先求道必定要度来求道的人，先发展的地区一定要去帮助后发展的地区，这是义不容辞的。换到我们如果是后求道，必定要央求人家成全我们。老师为何有义务讲道理给我们听呢？因为他先成佛，我们慢，所以他有义务。所以我们要了解真理这一件事情，
先明理的人就有责任，先明白的人就有义务，就要替天行道，代天宣化之义务，这是我们良心的事情，我们怎能眼睁睁看人家堕落地狱，师尊师母独自哀怨，无人替他们行道，我们求道士知其良心的事要代替办，这叫做使命。所以修命者要善尽其责，要好好的尽自己应该尽的职责，不要怨天，不要尤人。虽然别人没有受到这一种境遇，而你受到这一种挫折，但你不要怨天尤人，因为这是上天要了却你过去世之业的关系，为了要了却你过去世的业，所以让你受到这一种折磨，你就要忍耐，就要拟了宿世冤孽的时候。当时梁武帝他也是这样，他在台城上已经快要饿死时，在他心里想，修道这么痛苦，不如开斋破戒。那时智公禅师在空中告诉他说，现在就是你要了宿世冤孽的时候。梁武帝听了以后，才甘愿被饿死，饿死以后成就阿罗汉道，以前欠这一个人的业。所以这一世必须要受其报，这也算是一种因缘，也就是叫我们了命的原因。所以修道人不要怨天，也不要怨的，也不要尤人。自然之事如果没有时，魔理由可讲，所以必须乐天之命。为何我们要这么辛苦，而别人不用呢？你能埋怨吗？你也没有看到人家前世如何在布施，也不想人家前世或者今世做多少善事。所以修道人必须要了解造化之真理，天地造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造化的真理要如何守得住？修命者善尽其职，好好的尽你所应该尽的责任，不要逃避。我今天会遭遇这些事情，是前世累积来的结果，如果没有前世就没有今世，所以不怨天也不尤人。不但这样，在这时可以了却很多业，而且生出很多的功德。人家毁谤我们，我们不但能甘愿忍受，而且还很高兴接受，则毁谤我们的人的功德都到我们这里来，这么好的事情，为何你不能忍受呢？孟子曰：未从驱绝者瞻也。意思是说，驱鸟往树丛里头的是老鹰。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呢？老鹰就是指桀王、纣王，树丛就是指汤王、武王，鸟就是百姓，桀王、纣王无道，所以百姓才逃到汤王、武王那里躲藏。我们修道之中不怨天不尤人，你要乐天之命，毁谤我们的人，他所有的功德、德行都跑到我们身上，但是要看你是否能受，如果不能受，他把鸟就赶过来，你又把那些鸟赶走，就是这一种道理。所以修道者善尽其责，你要好好的尽我们的责任。我们听了很多道理，就是要学以致用，将所学的学问应用在各方面，躬行实践。
我们研究道理就是要实行，不然研究道理有什么用？所以说修道人每一个遭遇不同，每一个的环境不同，这和过去世有关系，或者上天有意磨练我们也说不定。譬如说后学我的磨练就很多，因为我太懦弱，太愚痴，没有智慧，上天加以磨练使能稍有所得，在这之中如果逃避就没有磨练的机会，也没有今天。所以修道人不怨天，不尤人，如果天之任何做法皆是慈悲的，加诸我们身上之一切事情也是慈悲的，不怨天不尤人，如果能守得住，一切德行皆归在你的身上，或圣人、仙佛也是这样而成的。修道就是乐天之命来忍受，命才能了，这叫修信了命，就是信命。修信了命，不是静坐之意，静坐是属于生命之事。转法轮当然身体会较健康，但是对于冤孽却是不能了。认真来说，修命这一件是讲不完，一举三得，五的皆在此中得。5. 天命。天师之命，使命天使之命，助理、领任、坛主、讲师、人才，就是点传师提拔出来，为了道物应用关系，所以提拔名称叫做天使之命，不是点传师命令的。点传师的命令是根据天，叫做天师之命。如果点传师为了私人的事情随便命令人做事，这是私命，自己私人的命，不是实命。若是点传师之实命忙得无法帮助，是助理、领任，一切道亲也可以帮助点传师家事的忙也可，此不是私人，也不是人情，这也是实命。有机会可以帮助点传师家务，此事大公无私也。易经研究14，易经4传班。序卦传上篇第一卦。陈永红。1. 何谓4传？序卦传有分上下篇，上经为上篇，下经为下篇。为什么用读序卦传？因为序卦传是文王圣人所编排，井然有序，它是由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像直到64卦的顺序，乾坤屯蒙虚宋诗，为何文王圣人要如此编排？有他的道理所在，许多人读序卦传而后拍案叫绝，赞叹文王圣人的智慧高超，因为他把64卦安排的井然有序，而且遥遥相扣，卦卦相比邻，所以方为序卦传。系辞传是当时孔子圣人研究易经，火候至深，孔子圣人好学不倦，教人不厌，一生竭尽心思度化众生，直到72岁撰写系辞传完成，其言义心得甚多，全记载在系辞传。当时唯有72贤人才有资格聆听系辞传。系辞传分为16章，共有4000多言，即是孔子圣人妙智慧的结晶。说卦传，处处皆有道，处处皆有义。佛曰：
一花一世界，一念一天堂。把握当下，以第一念取卦，自然可以趋吉避凶。说卦传可以以天文象而论，如干为天，震为雷，巽为风；以地理象而论，干为金，离为火，巽为木，坎为水，坤为土，以五行相生相克而论吉凶。以人物象而论，如干为手，坤为腹，震为足，巽为骨，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以动物象而论，如干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彘，艮为狗，兑为羊。以静物象而论，干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利也，艮止也，兑说也。杂卦传，其文甚短，如干刚坤柔，短短4个字，已把乾坤2个卦言述已尽。所以杂卦传是以言简意赅，深入简出，以少话多的方法来阐述。为何叫杂卦传？因为很复杂，一个卦出来又生化动摇，宗卦、错卦、宾主卦来争生卦等等的错综变化，以一而类万，仿佛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如何在浑浊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如何在杂乱人生当中找到定力？此为杂而不乱也。2. 序卦曰：有太极，然后有乾坤。有乾坤，然后天地之谓定焉，故受之以乾坤始焉。宋朝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也说明无极而太极，生化两仪，为动、静、刚、柔、阴、阳。清静经曰：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的浊，天动的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此乃两仪之化也。两仪之后而五行，金木水火土，我们都是在五行当中，而无法超脱五行，而后是干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生化万物。所以我们的总根源是无极而来的。圣人曰：无极者，太极之具也；太极者，两仪之具也；两仪者，天地之具也；天地者，万物之祖也。此段也证明万物之始是由无极而来。以道德经第25章曰：有物混成，先天的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谓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谓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的大，人亦大。域中有4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的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太极名称的由来，太极是儒家的名称，天道是历来哲学家、文学家、宗教家所说的天道。此天道不是4生6道的天道，